我来说，一个完美的家庭主妇，当然不能只看颜值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，得一好身体是第一要素。有没有修复的精华？这款精华是我们店的主推产品，专为敏感修复使用的。这个吧。好的。他还得是一个好的形象管理师，不光要维护好我对外的形象，还得让我穿着舒适。先生，你想为爱人挑选什么样的内衣？我给你推荐一下吧。这是海报上最新的蕾丝款，还有这个颜色。我要无钢圈、舒适度高的。这边先生，这款是真丝无钢圈的，亲肤感很好的，穿起来很舒服。包起来吧。好的，先生，您稍等。职场中，高跟鞋最适合的高度是3到5厘米，既能体现女性的姿态，又不影响正常行走。一个厨艺精湛的营养师，色香味俱全是基本，营造适宜的用餐环境是加分。一个吹毛求疵的家政服务师，不放过每一处细节。一个手法温柔的美容师，最重要的，他还得是一个随时守护总裁人身安全的保镖。家庭主妇易得，可我的主妇男友难得。钱总，以后还得您来操持呀。怎么说话这么不小心啊？老爷子只是一时身体欠佳。再说了，我对议员操心的还不够吗？各位，外公现在还在呢，你们就商量起他的身后事了。大家也都是因为担心议员。担心议员？趁外公昏迷不醒，想着如何瓜分一家家产，是在担心议员。谄媚这个姓钱的赘婿。怎么说话呢？我好歹是你父亲。继父而已。我亲生父亲早就去世了。外公说过，将来议员会由我接手。现在外公昏迷不醒，议员自然是由我来守护。不过我好像记得老爷子说的是，等你成家之后才能接手吧？成家？好啊。1周之后，诚邀各位叔伯参加我的婚礼，您也务必到场。继父。小姐，这是按照您的要求，从一众家世相当、年龄合适的男青年中筛选出来的最终3位，您有时间可以去见见。辛苦文博。华歆，一鸣，公主请上车。这么浓的女士香水味。长得好看的才配叫海王，你这样只配做水鬼。我。一宁，萧琪，我呀最近比较喜欢亲近大自然，所以啊把你约到了这个地方，来喝杯咖啡。萧先生，平时喜欢忙些什么呀？哎，这问到点上了。我呀最近喜欢炒炒股票，人称中国消费特。那您看好哪只股啊？这当然是绿宇环保了。但我听说绿宇环保已经创 A 股跌停记录了呀。你一个女人懂什么股票？你既然来相亲，就别想赚钱的事情，赚钱是男人想的。女人是不懂股票，这是我不小心买了几只股票，全赚了。最后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之前的问题都是您替他回答的，最后一个问题呢，我希望他可以自己回答。我需要签一份婚前财产协议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含辛茹苦的花了大价钱把他培养成才的，你现在提这样的要求太过分了吧？我知道你怎么想的，不就想捂紧自己的钱包，在夫家多捞一点吗？我们家宝宝风流倜傥，哪一点配不上你啊？
哎，这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这是我给我侄女介绍的对象，她跟您的家世啊不匹配。春水生，现在还有人做这个啊？正好我饿了，去一间小馆吃个饭。哎，行。我叫易宁，跟我结婚吧。我希望你可以考虑考虑我刚跟你提的事情，结婚只不过是一个形式。不好意思，易小姐。如果您是来吃饭的，我很欢迎，但是结婚这种事不应该如此草率。没关系，你先考虑考虑。对了，你下次做春水生的时候，记得联系我。老板，你咋给拒了呀？我可是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资料塞进去的。太过顺利的话，反而会被怀疑。这个易小姐可不简单。我知道你是想欲擒故纵，可别到时候把自己给拒没了。她还会再回来的，不光是她，还会有别人。这3个相亲的我看过了，没什么问题。那如果他找其他人，我们该怎么办啊？是啊，那就让他变成我们的人。好，来，来的还挺快。你就是易宁新找的结婚对象？请问您是？我是他父亲。易宁从小就娇惯任性，这不，突然说要结婚。所以我很不放心。那您今天来找我是为了？我来替他把把关。他选定的结婚对象，我也不想违了他的意。不过我希望你们以后有任何问题，都要随时告知于我。父亲想了解女儿，这些都是应该的。
如果你能在易家安分守己，我可以保你富贵荣华。这易家的关系还真是复杂啊。不过就是利益关系罢了。可是他刚才都还没怎么威胁你，你怎么就妥协了？难不成你真想和他们一条船啊？钱磊入赘进易家，还能在老婆死后坐稳议员的二把手，我们最好别跟他起冲突，得慢慢周旋。喂！给他打电话，答应他结婚？就说请他直春水生。沈千泽，对不起啊，本来想请你直春水生的，没想到弄成这个样子。我先扶你起来，这肯定是继父干的，我得赶紧报警。哎。没有证据，我先帮你包扎吧。药箱在哪儿？你等我一下。跟我结婚吧！啊！只要你能跟我在一起，我保证不会让你受到伤害的。结婚又不是玩笑事，而且这样对你一个女孩会有伤害。我需要婚姻来拿回原本属于我的继承权。我可以跟你拟一份婚前协议，等我在议员站稳了脚跟，你随时可以走。你也可以继续经营你这间小馆。哦，这个，本来我想跟你再谈一次。你把它买下来了？就当是我对你的歉意吧。可是结婚没有什么可是的，协议的细则我们可以之后再慢慢详谈。结不结？哎呀，小魏呀，哎，这你家这青菜新鲜啊！哎，那是啊，不错不错。听说您侄女在找对象啊？啊？哎呀，你太小不合适。哎呀，不是我哪配啊？我是想给那个一仙小馆的老板牵个线。哦，你看，帅吧？这挺好，这孩子挺好。哎，慢一点，豆腐能不能轻一点？你瞧瞧。捡起来！我可以保你富贵荣华。
竟然连鱼都跟我家一样。春水生，现在还有人做这个？日安，你赶回来了，你等我一下啊。好。宁宁，你还是这么漂亮。哎，你怎么突然就结婚了？找个人就嫁喽。我还以为陪在你身边的人会是我呢。你是我最好的朋友。宁宁，我会一直守在你身边的，只要你需要，我随时都在。我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发小燕日安，这位是我老公沈千泽。你好，发小。我先出去了。你怎么突然过来了？看你早上什么都没吃，我就给你准备了些过来。发小很多年没见了，我之后会注意分寸的。当然得知道这个分寸了。来，尝尝。春水生啊。不好吃吗？很好吃。色哪个更适合我呀？哎，算了，你们直男肯定不懂这些。这个是斩男色，这个是樱桃红。我觉得你今天和他比较合适。还当过彩妆的销售员呢。你这一天天的都在干什么呀？我是为了当一个合格的主夫。外公，年年给您敬茶了。好孩子，易家以后就靠你了。当年你妈妈也是穿着这么一身嫁衣，她要是能看到这一幕，不知道该有多高兴啊！外公，您喝茶。你也是个好孩子。既然你的父母已经不在世了，就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，和宁宁两个人相互扶持。您放心，我一定会照顾好她的。您慢点。好的，好的，哎，好。我去给你换双平底鞋。
没事，我自己去。我跟你一块去。没关系，我可以。来，王姐，先别走，过来一下。哟，我听说沈先生是个厨子，哎呦，真不知道您是怎么攀上我们易家大小姐的。的确是我高攀了，是易宁她人好。易大小姐可是个暴脾气，你这个易婶氏呀，可是没有什么好日子过了。易婶氏，你入赘易家，当然要冠七姓了。不过就是夫妻双方在婚姻里的角色不同罢了。他有事业心，他就主外；我喜欢做饭，我就主内。易婶氏，听起来倒也不错啊。哟，你一个大男人，我们这么说你都不生气，你可真厉害。他自然是有过人之处。我丈夫长得好看，不自傲，经济独立又有事业心，倒是你们闲得在这嚼舌根。他尊重你们是我亲戚，不和你们计较。你们倒好，易婶氏，大清都亡了100多年了。今天是我跟沈千泽的婚礼，愿意祝福的继续留下，阴阳怪气的门在那儿。不是，我们没这个意思。他到底想干什么？继父在看，在想什么呢？既然要做，那就做真一点。宁宁，我们还是先洗漱吧。不知羞耻，太下流了。易小姐戏不错，不去当演员都可惜了。都是沈先生教的好。刚刚在宴会上，谢谢你那么维护我，只是得罪了他们，会不会对你以后有影响？我得罪他们，不应该是他们得罪我吗？其实你也不用跟他们动气，他们说的话我根本没往心里去。那怎么行？你现在是我易宁的丈夫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我会保护你的。一家人也有一家人的习惯，接下来我会告诉你我的生活习惯，希望你务必遵守。洗手呢，一定要遵循7步洗手法，这样才可以真的洗干净。如厕必须要坐在马桶上，必须洗了澡换了睡衣之后才可以上床。那我们的床单是不是得再换啊？不能在床上吃东西，手机拿回家后必须用消毒湿巾擦拭。还有的，我听文博说了，我已经从文博那儿拿到了你的生活习惯表。非常巧的是，我也有洁癖，所以你的需求我都能满足。
这个行李箱里里外外我都擦了，包括轮子我也擦了。一走，该休息了，洗澡水还替你放吗？不用，我自己来。你也睡不着啊？在想什么呢？我在想做点什么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今天晚上没吃什么东西，有点饿了。在想明天的早餐。明天早上的早餐我肯定会安排好的呀。把手给我。这里是神门穴，你如果睡不着的话，你就多按按这里，可以助眠。钱磊又在看。不是，是我想尽一个丈夫应尽的义务。你放心，我的身体很好。身体好。
这样的梦啊？还不错，把牙膏挤好了，水龙头也擦了。水温刚刚好。有咖啡吗？你昨晚睡得太晚了，早上起来应该吃点温和的。咖啡帮你叫过了，一会儿到公司就能喝到了。还挺贴心的。应该的。等我一下。我吃饱了，我先去公司了。那我送你啊。哎，宁宁，我给你看样东西，跟我来。哇，好漂亮的洗衣机！你的皮肤比较敏感，所以我就研究了各种洗衣机的原理，发现这台洗衣机有活水除真菌的功能，就赶紧买了。你真贴心。以后守护你健康这件事情就交给我吧。哦，还有一样要送给你。还有。等等，这也是你买的？这是我给你买的入职礼物，双倍的礼物，好运加倍嘛。帮你穿上试试。喜欢吗？挺有心的。为什么送我鞋？希望你穿上这双鞋，能走你想走的路，成为你想成为的样子。我会的。加油！听说今天上任的这个小易总是个厉害角色。唉，以后我们的日子啊要难过喽。你看他到现在还没来，还不是为了给我们下马威啊？小易总。大家好，我是易宁，接下来我要担任易源集团的总裁。为了大家可以精诚合作，我提几点要求：第一，取消考勤补卡次数；第二，严禁在上班时间处理私人事务；第三，公司人浮于事的情况严重，我手上有一份名单，上面都是严重不作为的员工，公司开会决定予以开除。希望大家能够引以为戒。另外，经典龟苓膏已经3个季度销量持续低迷，我想问问这样的项目谁在负责？小易总好大的官威啊！文文，给我们易总讲讲现在是什么情况？易总，这款龟苓膏是易源当家的主推产品。只是现在它的定位不太符合年轻人的口味，所以你们没办法解决问题，就任由这种项目浪费公司成本是吗？我没有，我……文文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易总，文文的身体不好，
你也未免太咄咄逼人了吧？身体不好就回家休息，来上什么班？易总，在座的各位同事，都是为公司的发展立下过汗马功劳的，你没必要这种态度吧？你们赶紧把文文扶出去休息一下。好的，来，慢点。小心。哎呀，头好晕啊，头好晕啊！慢点。听说你把姜文文骂晕了。谣言传倒是挺快的。宁宁，那些股东都等着看你笑话呢。你现在这么横冲直撞的，很容易落了下风。你应该先聚人心，稳军心啊。钱磊在公司树大根深，如果我不雷厉风行一点，怎么撼得动他？我不像你，没有父母给我做靠山，我只能靠我自己。易安阿姨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会心疼的。她不会。比起做任人摆布的乖女儿，她应该更希望我能守好意愿。也是。你跟那个沈软饭怎么样了？沈软饭？嗯，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给人起外号了？你不觉得这个称呼跟他很贴切吗？没有啊，他对我挺好的。吃软饭当然对你好了。什么？啊？我说，你今天很漂亮。他来了，那我先走了，你自便。晚上想吃什么？不吃了，没胃口。胃是情绪的器官，你要好好照顾好自己的胃，才有更稳定的情绪投入工作。行行行，说不过你。不知道我有没有机会尝尝沈大厨的手艺啊？可以啊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只给我的妻子免费做饭。燕大师要是想吃，就自己到小馆预约啊。倒还挺会自抬身价的嘛，不然怎么应对燕大师的居心叵测呢？涂药了吗？再见了，燕大师。你倒是挺会宣示主权的嘛。这不是应该的。软饭男。有没有人说过，你做饭的样子还挺治愈的？是吗？干嘛这样盯着我看？我想看看我找了一个什么样的神仙老公，长得又好看，厨艺又好。帮我拿勺盐。够吗？快摸耳垂！还烫吗？烫。那我去帮你拿点药。对不起，我自己去拿药。真香啊，沈大厨。没想到你哄女人还挺有一手啊。钱总来找我是有什么事情吗？去打探一下易宁接下来的计划，别让他挡了我的路。嗯。宫爆鸡丁，继续。
我倒是要看看沈千泽会不会听钱磊的话，偷看我手上的计划书。沈千泽，你在干嘛？我就是看你睡着了，想把那个项目书收起来。哦，那我不看了，睡觉吧。21点，一宁洗漱。怎么了？怎么这么紧张啊？我只是还没有习惯我们婚后的生活。怎么了？害羞了？脸这么红。沈千泽，我们是合法夫妻，你没什么不能看的。我也没什么不能看的。没想到你这么关心我，连我什么时候喝多少度的水都记得这么清楚。我是你老公，这不是应该的吗？做得很好，不过之后没有这个必要了。都这么久了，你怎么什么有效信息都查不到？我已经尽力了。你是觉得只要傍上了易宁，我就拿你没办法了是吧？我告诉你，我能让你进易家，也能随时把你换掉。您别着急啊，钱总，我哪敢跟您叫板，只是我能力有限。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。宁宁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沈千泽，你居然帮钱磊监视我！不是的，是他威胁我，但我真的没有做任何伤害你的事情。所以你每天记录我吃饭睡觉，就是为了汇报给钱磊。如果他不满足于这些，让你帮他窃取更大的商业机密呢？我是绝对不会做任何伤害你的事情的，只是我觉得他毕竟算是我的岳父。这个家姓易，沈千泽，你不至于被姓钱的使唤。这个时候靠老婆，不丢人。老板，客人已经到了。这边。舅舅，来了。坐。尝尝。
在易家还适应吗？易宁怀疑我了。阿泽，实在不行你就回来吧，别冒险了。就算不进易家，舅舅也总能想到别的办法帮你的。不，这个计划我一定要完成。今天家宴啊，大家随便。来，我们先喝点。钱总客气。文博，去把沈千泽叫进来。好嘞。哎呀，我那女婿啊，可是个厉害的厨子，招待过不少客人，想吃什么今天随便点，都做得出来。好，来。爸，我找宁宁有事，我先离开一下。未开席先离席，像什么样子？有什么事儿吃完饭再说。顾老爷，小顾也来了啊。这个就是我女婿沈千泽，他之前可招待过不少的客人，做厨子的经验丰富得很，想吃什么随便点。厨子，有什么好菜给我们做一下？来，报报菜名。我毕竟是易宁的丈夫，又不是易家的厨子，钱总这样做会不会不太妥当？不就是招待个客人吗？你这么大反应干什么？还是说你根本就不是个厨子？我的职业是厨师，但在易家我就是易宁的丈夫，我总得顾及我老婆的感受吧。如果不是做贼心虚的话，你那么在意别人说什么干嘛？我看小燕总您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吧？够了，一个厨子进了易家也觉得自己草鸡变凤凰了，就敢这么跟客人顶嘴？就是。钱总，你们家宁宁眼光可不太行啊，厨子那不就是伺候人的吗？怎么配得上易家呀？哎呀，小沈，听见了吗？记清楚自己的身份，别成天到晚打小算盘，老实点在这儿待着，我还能让你继续享享福。否则的话，否则怎样？小姐，各位叔伯是没饭吃吗？不远万里来我家要饭啊？怎么说话呢，姨娘？他们可都是你的长辈。我可没这么碎嘴的长辈。沈千泽之前不管是厨子也好，乞丐也罢，他现在是我的家人，我就不允许有人这么欺负他。钱磊，这个家姓易，不姓钱。之前我尊你们一声长辈，但如果以后还这么欺负人，不要怪我不讲究。文博在，送客。好，看谁家下去。哎，算了，太不像话。大家坐。消气啊！这个家我说了算。反了天了。宁宁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你先等我。叶日安，你太让我失望了！你居然跟他们沆瀣一气。不是这样的，我从来不在乎沈千泽什么身份，我只在乎他接近你有什么目的。你看宁宁，这个沈千泽不简单，他跟上苏集团的苏景轩，他们关系非比寻常。小燕总，您猜的没错，这个沈千泽，他果然不简单。沈千泽，你跟上苏集团的苏景轩什么关系？宁宁，我就说这小子有问题吧，一个开餐馆的厨子，怎么跟苏景轩那么亲密啊？沈千泽，我想听你一个解释。宁宁，我是担心这件事说出来会影响你对我的看法，所以我一直没提。苏景轩其实是我的资助人。编，接着编啊！我是个孤儿，苏景轩是我们孤儿院的资助方，也是在他的帮助下，我才能有了一间小馆，实现自己的梦想。他对我来说就像亲哥一样。那这件事情，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宁宁，
这段时间都是你在帮助我，我已经够惭愧了。如果再让你知道我是一个需要别人同情、需要别人帮助才能活下来的人，我怕你不要我了。对不起，是我误会你了。没关系。都怪我不小心，害你被发现了。还好你提前做了准备。没关系的，舅舅，我们的关系本就容易让人发现，现在这样摆在明面上反而更好。我还是有点担心，有那个燕日安在，你后面的行动不好开展。我觉得燕日安来了这么一出，倒是给了我一个借力打力的机会，让易宁更加相信我。能行吗？那个燕日安怎么也算是易宁的青梅竹马。那就让他亲眼看看，他这个青梅竹马别有用心。没想到今天的客人又是小燕总啊！您看看想吃什么？上几个拿手的吧。好的。小燕总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卫生间。卫生间在那边呢，我找人带您过去。算了，不想去了。这是我特意为您做的本店招牌满江红，看看合不合您口味。小燕总不会是不能吃辣吧？那他和宁宁也吃不到一块儿哈。哎，你们不是发小吗？在吃上一点共同语言都没有吗？谁跟你说我不能吃辣？小燕总，你先吃，我再去给您做2道拿手好菜。好嘞。来，小燕总，我来给你夹菜。来，哎，你来啊，好吃吗？哎呀，这么辣的菜，你给我喝热水是吧？这都是我的一番好意啊！我知道你吃了辣，肚子不舒服，特意拿了热水让你暖暖胃。现在好了吧？再试试我做的这2道拿手好菜，特别辣，请吗？吃啊！哎，来，我给您夹，我给您夹。不用，我可以。不好吃？好吃吗，小燕总？算你哎，您还没说合不合您胃口呢。酒还挺多。嗯，好你个沈监测，果然有个密室啊！
没事吧？小燕总，你来我这儿吃饭，我很欢迎。只是你每次都在这儿翻来翻去，你有翻出什么吗？我把你当宁宁的朋友，我对你盛情款待，你查我呀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们这么怀疑我？盛情款待，宁宁，你别被他骗了，他刚刚不是这个样子的。宁宁，我真的不想活在别人的监视下。如果你们这么怀疑我，我们就离婚好了。不管别人怎么怀疑你，我都是相信你的呀。宁宁，日安，我知道你关心我，但有些事情你不了解。走，走啊！给。我跟沈千泽是契约婚姻，之前我为了接手议员，才找他帮的忙。宁宁，你如果要找一个结婚对象的话，你怎么不让我来帮你啊？就凭你们家跟钱磊的关系，你怎么帮我？而且如果你要下场来帮我，我更希望在关键时候你是我的场外援助。那你就这么放心这个沈千泽吗？他是我精挑细选的，我们签过契约了，你放心，我有能力保护好自己的财产。宁宁，我担心的不是你的财产，是你的心呐。给我。眼睛我会修好的，你别生气了好不好？对不起。这墙上都是一些你爱吃的东西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痛不痛啊？痛。哪儿痛？哪儿都痛。你哪儿痛？我给你揉揉。来。你的眼镜我找人给你修好了，试试。怎么样？那你先忙，多吃水果。
怎么了？沈千泽，我有时候总觉得我看不清你。是因为我戴了眼镜吗？可能吧。那你要是不喜欢，以后在你面前我都不戴眼镜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可能有一件吧。我好像动心了。原来书房里的文件这么重要啊！对啊，所以得防着点。不会是防着我这个外人吧？怎么会啊？我们是夫妻了，我当然信得过你。防的那都是别有用心的人。门禁卡给你，总能相信我了吧？你呀，就是想太多。你在干什么？看书啊。书房里有很多关于草药的书，白天没时间看，晚上就来翻了翻。只是看书？对啊，不然还能做什么？你该不会是怀疑我吧？没有啊，你想来随时可以来。算了，我不看了。你别多想。舅舅，这些就是议员的合作商名单，你可以想办法接触一下。没问题。你拿到这些名单的时候没被发现吧？没有，但我觉得易宁应该对我有所防备。只是因为之前的事情，他也不敢向我挑明。阿泽，你一个人在易家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对我来说，没有什么比你更重要，知道吗？放心吧，我自有分寸。对了，我在名单上看到一个叫李明瑞的，这个人是不是也在我们的预约名单中啊？对，他约了1周后的午餐。没想到和李总还有这样的缘分，接下来就要靠您多多照顾了。沈老板说这话就见外了，大家互利互惠，
合作共赢嘛。你说的对，互利互惠，合作共赢。那不是议员一直合作的渠道商吗？味道很不错。喂，刘秘书，帮我查一个叫李明瑞的渠道商，所有的项目都做一下备选，我担心要出问题。你怎么来了？刚好我想带你见个人，走。这就是你想让我见的人？对啊，我当是谁能让沈老板这么火急火燎地跑出去接呢？原来是小易总啊！刚刚我们还说起你呢。说起我？对啊。怎么沈老板没跟小易总说吗？你拜托我的事情？这没什么好说的。什么事啊？看来沈老板是不想邀功啊。小易总，别的不说，就冲沈老板这手艺，之后我们之间的合作还是要多多益善呐。你是为了帮我才约李总见面的？小易总，你可是找了个好老公啊！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。我是不是应该更相信他一点？李老板，那我们明天公司见。好的，明天公司见，再见。走吧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那天我意外发现李总是我的顾客，想着你在公司举步维艰的，就看看能不能用我的办法帮你。你不会是怪我吧？没有。算了，这个门禁卡你还是拿回去吧，放在我这儿总感觉心里不安。对不起啊，是我误会你了。其实自从我妈妈走了之后，我就变得很难相信别人。你知道的，钱磊在公司对我虎视眈眈，外公又卧病在床，我只能靠自己，所以我疑心比较重。你不要怪我。没关系，就算你1000次10000次的怀疑我，我也会1000次10000次的向你证明，我永远站在你这边。哎，文文，你听说了吗？我们有个合作商，本来都已经要解约了，结果被易总给谈下来了。他是挺厉害的，就是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。各位，我手上现在有一个新项目，有兴趣的可以找刘秘书报名。刚好，我也有个创研展会，也需要一些人手。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，可以来找我。当然，如果想去易总那边，我也不强求。哎，怎么说？你想去哪边？我没想好。易总是公司未来的老板，不去不太好。钱总那边我也得罪不起啊。谁说他一定是老板了？现在大部分的客户和资源都在钱总手上，未来鹿死谁手，真不好说。你说的很有道理。哎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说的很有道理。我觉得文文说的挺有道理的。要不我们一起去钱总那儿？易总，没有人报名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那要交给李总的方案怎么办？明天就要交了。没关系，我自己做。你先回去吧。那好吧。
你怎么天天加班啊？你怎么来了？怕你没吃晚饭，特意给你带的。谢谢。再忙也要吃晚饭。来。啊。这是特意给你做的粥，你尝尝。好喝吗？嗯。哎呀，我忘了我还有一个会，等我一下啊。哦。来，我们继续吧。那我们现在先说一下我们这个店的地理位置。你干嘛盯着我看啊？我之前没发现，你睡觉的样子这么好看。我们还在公司呢，注意点影响。那我们回家。易宁和李总顺利签约了。这易宁还真有点东西，一晚上竟然就让他把方案给做出来了。去查查看有没有人帮他。好。这不是之前对我献殷勤的那个男的吗？拜金男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不会就是易总的新老公吧？江文文，你是没有男人吗？怎么来找别人的老公？没想到易总这么宝贝，这么心疼你这个老公啊！您不知道吧？您这个宝贝老公啊，就是个花心的拜金男。不是这样的，宁宁，我跟他不是那样的关系。你还不承认了？现在攀上高枝就翻脸不认账了？那现在易安过世了，易元岂不是就成你爸的天下了？当然，你看着吧，早晚我爸会让易元姓钱的，到时候我才是真正的千金大小姐。那我以后可得抱你大腿了。看我心情吧。那边有个男的老偷瞄你。美女，不知道有没有幸请你喝一杯？你虽然看着穿的穷酸了一点，但长得还不错啊。就你这经济实力，能请我喝多少酒啊？我请你吧。服务员，给我开一瓶最好的 whisky。既然你这么主动的话，那今晚陪我好好喝酒。既然我们这么有缘分，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。文文。文文，叫文文的女孩有很多，我要把你和其他文文区别开来。你跟他们可太不一样了。那你记住了，我姓江，长江的江，记住了吗？江文文。
名字很好听。你太会说话了，喝酒喝酒喝酒。文文，既然我们这么有缘分，能不能和你拍张照纪念一下？可以啊。哎，你给我看看嘛，你给我看拍的好不好看？你怎么给我拍这么胖呀？哎，小丽，你再给我们俩拍一张来，过来，来，准备，离近一点。帮我查查这个女人的来历。我当时就是正常的社交，为自己的餐厅积攒客源，我有错吗？说的这么冠冕堂皇，你当时不就是觉得我是个有钱人，想走捷径吗？易总，这个男人跟你在一起就是为了图你的钱，不如现在一脚把他踹了。那又怎么样？刚好我还挺有钱的，不是吗？啊？哦，不是，可是他说不定跟很多女生都有暧昧啊，你不在乎吗？他见过这么多女生，最后还是选了我。江文文，有问题的不是我的老公，是你，毕竟他没有选你哦。够了，要约回去约。娘娘，真的不是那样的，真的不是。好了，这个事情回家再说。哟，装不认识啊？我已经从江文文那儿听说了。怎么，被宁宁赶出来了？关你屁事啊！单千泽，你不会以为宁宁会原谅你这种别有用心的人吧？别做梦了。难道你以为没有我，宁宁就会接受你啊？看来燕大师对自己的认知还不够清晰啊。你凭什么这么说呀？你能做到的，我也可以。真的？你问过你爸意见了？嫣然，我看你才是别做梦了。宁宁，宁宁，我错了，对不起。哎呀，宁宁，我真的错了。说说吧，错哪儿了？我哪儿都错了。我发誓，如果我早知道遇到你，我肯定不招蜂引蝶，手好难得。其实我早就知道你以前的事儿了。你早就知道了？你真当我随便拉个人结婚啊？现在招聘都是要背调的。那你怎么还选择我呀？说实话，我犹豫过，但是我想，我们在商言商也没什么错，何况又是契约婚姻，你有所图，我也有所图，谁也没比谁更高尚啊。而且，我选择你是因为你之前帮过我。当时也是像这样一锅热汤。喂，赵经理，能帮我买张机票吗？我今天晚上必须要回国。真不行，易小姐，这天气谁有胆子飞啊？杨叔叔，就一张机票，我今天必须要回国，我今天必须要回去，就一张就行了，我出10倍的价钱行吗？我求您了。哎呀，宁宁，抱歉呀，我也没办法吧。喂，外公。宁宁，你妈妈她没撑住。
你怎么了？天太冷了，跟我去喝碗热汤吧。喝吧。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都会过去的。所以我觉得，一个能给陌生人无私善意的人，一定不会是坏人。所以我选择了你。宁宁，一开始我确实也是因为你各方面条件都很好，我才答应的。可是后来我发现，你是第一个会尊重我、鼓励我、给了我很大帮助的人。所以宁宁，此时此刻我真的是真心的。我相信你。这些年你一个人孤身在外，肯定吃了很多苦，但我们现在是一家人了。我会一直在你身边的。老板，那个肉已经马上……肉好了，我什么都没看见，什么都没看见。你们继续。不好意思啊，真不好意思。没事没事，我没事，我没事我没事。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继续继续。喝汤吧。这个易宁他也没有那么精明，他竟然会觉得你是个好人。我不像好人啊。他自己是个好人，所以他就觉得全世界的人都是善良的。那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目的，你觉得他能接受得了吗？不知道。他真心待我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也不想伤害他。那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办？之前在易宁那儿没查到什么特别有用的信息，看来要查到关键信息，得去钱磊那边探他的口风。宝贝儿，想死我了！来吧，宝贝儿，咱们动静小点啊！还说我每次都是你最闹腾，让磊哥宝刀未老呢。哎呀，磊哥还是那么少年心性，喜欢刺激的。还有更刺激的。哎，等会儿，还有正事儿呢。原料厂的王总托我问问，议员今年能不能多进几吨原料？易宁最近抓得严，过了这阵风头再说。你先安抚一下我。哎呀，又要我来安抚？少不了你的好处。宝贝
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？没有啊。顾老爷，老爷子请您去一趟。来了。想个办法让江心莲离开易家。喂，您好，请问您是江心莲女士吗？啊，我是。啊，恭喜您成为我们的幸运用户，中了500万的大奖！骗子，我是不会转账的。不需要您转账的，只需要您亲自到现场领取就好。只要我人去就能拿？对啊，500万大奖呢！哎，不过您得亲自到现场来领取。而且我们是有时间限制的，今天就结束了。好，那你等着，我马上过去。钱磊和江心莲的中年爱情，受累的却是你。他人呢？现在他应该在好好反思吧。72号，72号。啊？让你查的事情怎么样了？老板，你看。这个钱磊和江心莲是一个村子的，可以说他们是青梅竹马。这个钱磊倒是也没掖着藏着，特别是在易安，在那个女人去世之后，他更加明目张胆。通过他，钱磊转移了不少亿元的资产。我估计用不了多久，这个江心莲怕也是要占领易家了。这个易家就是因为人多才热闹，是时候在钱磊和易宁之间加一把火了。哎，我要脱鞋。没事儿，没人。想死我了。喂，宁宁，你快回来吧，外公不太好。好，我马上回去。嗯。宁宁，外公情况怎么样？已经稳定下来了。你来做什么？看外公啊。外公他需要休息，外人就不方便打扰。你说你天天在家也没什么事，怎么连个老人都照顾不好啊？我自然没有你燕大师忙了，还要照顾别人的妻子。你，是我不好，都是我没照顾好外公，我错了。这不怪你，你做的已经很好了。日安，你别说他。不过真的很奇怪，外公本来好好的，怎么就突然晕倒了？我也不知道，就是继父，就是钱磊，他来了和外公说了2句话，不知怎么就……哎，宁宁，这么肤浅的差异，宁宁怎么就看不出来呀？你到底还要我这么没名没分的跟着你多久啊？
宁宁，走。宁宁，我会陪着你，守好你要的一切的。谢谢你，我想自己安静一会儿。好，你有需要的话，随时叫我。妈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守好易家的。谢谢你的春水声啊！你这是喝了多少啊？我带你去洗漱吧。今天发生的事情，是你故意让我看到的吧？我早就知道了，只是不知道怎么跟你说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他们都赶出去，不会再有人来欺负你了。我只是担心你。担心我？担心钱磊会抢走我的家产，把我驱逐出户？担心他们会欺负我，让我受到伤害？那你帮不帮我？我帮。宁宁，你喝多了。我自己老公，我亲一下怎么了？我就要亲。宁宁，你真的喝多了。宁宁，这是你说的，我是你老公。那你别后悔。我还没洗澡。不洗澡不能上床。喝酒真是误事啊。醒了。宁宁，你喝多了。我自己老公，我亲一下怎么了？我就要亲。宁宁，你真的喝多了。哎，昨天晚上的事都忘了？我不记得。哎，我煮了点醒酒汤，起来喝一点。那
昨天晚上你答应我的事情，你得帮我。我会一直在你身边的。真乖。那你也要答应我一件事情，你以后不许在外面乱喝酒了。你喝了酒就乱亲人，万一我不在你身边，我也不是谁都亲的。你还亲过别人？应该没谁了吧？应该。我没刷牙。我不嫌弃啊。我嫌弃啊。外公，这是千泽专门为您熬的药膳粥，补气养血的。哎，小沈这孩子啊，有心呐。你跟钱磊彻底闹翻了。外公，您不知道他有多过分。你呀，还是太冲动了。外公，难道他做的一切您都知道？那您怎么还……议员现在还需要他。可我回来了，我会把他的人都清出去，重新拿回议员的。宁宁，你刚刚入职，别太意气用事，大动干戈会给对方抓住把柄的。可我总不能步步退让吧？外公您放心，我会守护好您和妈妈的心血的。我相信。他要砍了一整条龟苓膏的产品线。是啊，龟苓膏可是我们最主要的赚钱产品了。他要把这一整条砍了，我们以后怎么赚钱啊？看来他是要跟我正面宣战了。我想想办法吧。哼，他动的可不是我一个人的奶酪，有人会比我更着急吧？去把这个消息告诉老李他们。老李？啊，那群顽固的老员工，他们是从建厂以来就一直跟着龟苓膏这条产品线的。如果知道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易总一上任就要裁撤，肯定要闹翻天。今天必须让易宁给我说话，不然没完！今天必须给我们说话！你上我口上了！让易宁出来！就是啊，赶快出来！出来！总在忙呢！出来！给我出来！来，我们赶紧给我出来！出来！出来！别拦着！各位不要激动，不要激动。今天这个事儿不给个交代，我们就不走了。对，撤裁龟苓膏线是为了公司更好的发展，大家会得到妥善安置的。为了议员好，龟苓膏是议员的立身之本，你说砍就砍了，这就是忘本。没错，再这样下去，议员在你手里就要完了。是说的对啊。我知道，龟苓膏是议员创立之初的第一款产品，大家对它都很有感情。可是我们经营公司不能全靠感情，龟苓膏线现在已经处于严重的亏损状态，砍掉龟苓膏线也是为了及时止损。及时止损，那就能不要我们这群老东西了吗？说的对，是啊，是啊。以后让我们怎么生活呀？我看它里面东西挺值钱的，干脆搬出去卖嘛！干什么你们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哎，老李，老李，全给他拿走！老李，钱总，你可来了。老李，什么事不能心平气和地说呢？哼，你们都是议员的老员工，不会说撤就撤的，没有这个道理。小易总他不懂事，你们别跟他一般计较。龟苓膏这条产品线是不会被撤的。龟苓膏线是一定。小佳，你不是一直负责龟苓膏产品线吗？来，你陪李叔他们去喝喝茶，把话说清楚就没事了。李叔，您先别动气，去我办公室坐一下吧。来，老李，这还差不多，消消气啊，这不还有我在呢。我只是给你面子。别看了，快去工作。你没事吧？今天的戏码一看就是钱磊的手笔。他还找了几个关系比较近的股东，肯定还有下一步动作，你要当心啊。不管他怎么作妖，我都会做好自己的事情。宁宁，你可以慢慢来，不用这么激进的。哎，可惜啊，爸，我还以为宁宁
你会是我燕家的媳妇儿呢。那样，我和你继父还能帮你管管公司。你呀，还是太年轻了，闹这么大一出笑话。不劳叶叔叔操心了，我有自己的工作方式。燕总，哎，钱总，他呀，现在可是一句都说不得啊。年轻人嘛，想要证明自己，不折腾几下是不会罢休的。我们呀，还是替他多想想怎么善后吧。宁宁，别理他们，需要帮忙随时跟我说。不用，我不想把你牵连进来，去陪燕叔叔吧。那我先过去。钱磊是绝对不会让龟苓膏的线被砍掉的，那可是他的钱袋子。竟然贪了这么多，他胃口还真不小。只要易宁和钱磊斗起来，易源的水可就彻底搅浑了。那我们的机会也就来了。你在易家一个人还好吗？一定要保护好自己。计划可以失败，但你绝对不能有事。宁宁，你真的喝多了。宁宁。啊，放心吧，我会保护好自己的。这就是忘本，易源在你手里就要完了。你呀，还是太年轻了，闹这么大一出笑话。哎，宁宁，不是答应我不乱喝酒的吗？我就喝了一点点。心情不好？你一个人缩在这里喝酒，心情会越来越差的。我给你做点好吃的。胃是人的情绪，胃是人的情绪器官。只有解决了自己的胃，才有更好的情绪去处理事情。这是你告诉我的呀。想吃什么？你想做？南瓜真的有用，谢谢你。你跟我就不用说谢谢了，公司的事情我也帮不上你什么忙，也只能做些好吃的哄你开心。你有被人指着鼻子骂过吗？没有。我今天被一帮人指着鼻子骂，他们都是易源创立之初的老员工，他们说我忘本，说易源会在我的手里毁掉。是不是我做错了？别听他们的，我可太清楚知道你有多么心疼易源，你怎么可能会毁掉他？可连日安都说我太激进了。燕日安啊，他
他懂什么？他说你当放屁好了。更何况，如果你像他们一样听他们的话，你就能守好1元吗？那你会开心吗？所以嘛，那就不要听他们的，自己想做什么放手去做就好。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他这么做就不怕引起公愤吗？想要推陈出新，肯定是要经历一些非议的。要不我再找老李他们过来闹一下？我已经在研发推出新产品了，老员工们自有去处。那钱总那边，他应该有一堆事情要处理吧？和我们一起合作的那几个走账的合作商已经说过了，还威胁说，如果缺了他们那份应得的，就要鱼死网破，彻底曝光。这个易宁还真是，哼，不给他点教训，真气到我头上来了。这样，你去找几个人，今天晚上。宁宁，没事吧？宁宁，没事。宁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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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什么你们？站住，别动！站住，别动！边上有情况，边上有情况，快点来人！边上有情况！宁宁，就是软组织挫伤而已，没什么大事的。宁宁，你为什么要替我挡那一下？你为什么这么问啊？你是我老公，保护你是我应该做的。而且当时求婚的时候我就说过了，我会一直保护你的。跟我结婚吗？只要你能跟我在一起，我保证不会让你受到伤害的。可是我们只是一纸契约的关系。可是我想要的一直都不只是契约，而是一个丈夫。我也会一直保护你的。对了，那两个混混怎么说？说是见色起意，但我看他们像是有备而来，不像是。一看就是钱磊干的。我没想到他会用这么下三滥的手段。因为你太善良了，所以你就觉得全世界都是善良的。这个世界还是有很多坏人会用各种手段来对付你，你得时刻提防着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我现在不是有你吗？我的左膀右臂。我会完成计划，也会保护好你。希望到时候你不要太恨我。现在这个不能动，动了会更严重的。可
可是我痒还挠不到啊。你得忍忍，要不我们做些其他的事来转移注意力。宁宁，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？龟苓膏馅的事没有那么简单，钱磊肯定在里面做了不少手脚，我也是无意间在我爸电脑里发现的。可是我没有办法再调查了。你知道我爸？我知道，你们家跟钱磊纠葛太深了。你能给我这个已经很够朋友了。怪不得之前钱磊怎么着都不让我砍龟苓膏馅，原来里面这么多门道。我去看一下以前的项目资料。大周末的就不能让人好好休息啊？他还是个病人。宁宁她最喜欢的就是工作，你让她成天在家躺着，只会更难受。刚刚你没来之前，我们躺着可好好的。神经病！嘿，干什么你？干嘛？你想打架啊？干嘛？你想干什么你？啊？你想怎么样？嘿，你想怎么样？你们俩关系现在这么好了？谁跟他感情好了？没有啊，你烦不烦啊？你们继续，我不打扰了。然，一会儿来我书房找我一下啊。有病！已经滚出一人！怎么回事？裁员？我没说过要裁员啊。又是钱。宁宁，今天还是别去公司了。不行，逃避不能解决问题。可这太危险了，我跟你一块儿去。龟苓膏有什么好吃的？不买不买。那买这个吧。好呀，就这个吧。走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来，易总请喝餐前甜品。我从小就不喜欢吃自己家的龟苓膏，太苦了。可是它降火啊，也没有什么添加剂。可是不好吃，大家就不会买啊，没人在意它的功能性，逐渐的就被市场淘汰了。其实需要它的人还是有的。你看。刚刚在超市没一个人拿1元的龟苓膏，没想到在这儿这么受欢迎。是消费群体不一样了，超市的客户除了注重它降火的功效，更在意它创新的口味和设计。所以我要做的不是砍掉它，而是把它一分为二。对喽，
易总聪明。那我应该推出一款便宜经典的平民线和创新设计的精品线。易总机智。先吃饭吧，吃完饭再忙。不行，我等不及了，我要把龟苓膏新产品线赶紧敲下来。那这样，你来口述，我打字。我们要不还是先吃饭吧？好。今天谢谢你啊，带我看到了我之前不曾看到的。我说了呀，要做你的左膀右臂嘛。可是我希望你能够是我的，我是你的老公。那我以后也不会给我老婆以外的人剥虾。龟苓膏新产品线的规划，我已经让刘秘书安排下去了。各位都不用离职。易总啊，对不起，之前我们是受人诓骗，以为你到公司来就是乱折腾的，没想到你不但没有追究我们闹事，而且还处处为我们考虑。李叔批评的对，我不应该只顾眼前的利益，忘了情义和初心。有情有义，不愧是我们老易总选出来的接班人。李叔，那之后我们产品还有一些规划，我们可以边走边聊。好。哎，这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啊。易总，之前就是他，到处煽风点火，要把你赶出医院。你别胡说，我没有。就是你，就是你说的，就是你，就是你。姜文文，有什么话可以当我面直说，没有必要在背后搞这些见不得人的小动作。这都是误会，我就是怕李叔他们被开除而已。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开除员工了？没有啊，从来没说过。我，哎呀，姜文文，身体不好，要么回家休息，以后都不用来上班了。我没事了，我就是头晕，我要去工作了。你们不用工作吗？你们都不用工作吗？李叔，之后就辛苦劳烦各位了。没问题，易总，你放心吧。老板，我们小馆什么时候用上这种现成的龟苓膏做甜品了？哎，我记得某人说过，坚持使用新鲜的原材料，是我们这些种的原材料都不能用啊。这1元的龟苓膏又没有什么添加剂，不是挺好的？这好的是龟苓膏呢，还是龟苓膏的老板啊？你要是太咸的话，就把杯子再刷一遍啊！哎，你看看你现在啊，满面春风的，你不会是假戏真做，真的爱上一宁了吧？老板，我只是想提醒你一下，你们俩之间是没有结果的。我知道。哦。
日安，尝尝我为你选的你最喜欢的明前龙井。跟我还这么客气？说吧，要干什么？我打算在保留老款龟苓膏的基础上，升级做一款新的高端礼盒，走国风精品路线。但是在外观设计上面，还得您这位国画大师来掌舵。好，不过我有一个要求。别说一个，100个我都答应。把你的办公室分一半给我，这样我们遇到什么问题就可以面对面直接沟通了。就这？就这。没问题。好。宁宁，你来看一下，怎么样？真的很不错。挺好的。阿泽，你来了。来给你送宵夜。我这不是要推出新品了吗？让日安帮我设计了一下，你看一下怎么样？也就平平无奇吧。对牛弹琴。日安大师的画确实高雅，像我这样的平民百姓怕是欣赏不来啊。难道这次的新品消费群体不是我们？你说的对啊，你提醒我了。我觉得我们应该更接地气一点。对，要不再改改？还是先吃饭吧。好。只是我今天不知道还有第3个人在，就做了2份。要不我不吃了？我也没有很想吃你那很一般的饭。那就我们吃。日安，你今天都辛苦一天了，要不吃点吧？阿泽，咱们俩吃一份。你手受伤了，我来喂你。啊，好吃吧？燕大师觉得呢？好吃吗？也就平平无奇吧。牛角牡丹，你大半夜的，你给宁宁喝奶茶也太不健康了吧？宁宁，这个龟苓膏撞奶可是我用1元的龟苓膏做的，没有什么添加剂，十分健康。1元的龟苓膏？对啊。我再尝尝。像燕大师那种就可以多吃一点，降火气。之前我还担心你有可能不能胜任宁宁契约丈夫的角色，现在看来，还挺敬业的嘛。契约丈夫，你告诉他了？日安是自己人，他不会泄露出去的。对啊，我可是自己人。那今天我回去好好想想，怎么才能画出接地气的设计。我之前是觉得日安总怀疑你，我不想让他打乱我的计划，更不想让他打扰你的生活，所以我才告诉他的。哦。
你别生气，你知道的，我们之间早就不是契约的关系了。我没生气啊。不生气，那就是吃醋了。来，还好吧？嗯。你的手好了？早都好了，今天还特意给外公做了寿包呢。哟，你还有这手艺呢？那当然啦，那都是千泽大厨指导的好。外公，希望您吃了寿包，身体可以快点好起来。都是好孩子，有心了。小沈啊，来，这段时间辛苦你了，一直照顾着宁宁。宁宁身边有你啊，我就放心了。哪怕有一天我不在了，外公。哎呀，宁宁，你让外公把话说完。小沈啊，当初我之所以让宁宁必须成家以后再接管公司，这不是什么死板的规定。我了解这个丫头，她现在只有这公司了，那是她妈妈遗留的心血呀。如果没有人关心她的生活，成为她的依靠，她一定会被逼得成为一个孤勇的战士。当我看到宁宁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她身上的刺儿都变得柔软了。放心吧，外公，我一定会照顾好她的。外公，你一定会长命百岁的。我们都健健康康的，好吧？不说这不高兴的事儿了。外面还有一大帮子人等着看热闹呢，啊！嗯。感谢大家来参加我的寿宴。年纪大了，不愿意啰嗦，就说一件事儿。诸位，我代表易老爷子宣布一件事情：易老爷子决定把他名下所持有的易源集团的所有的股权，以及他个人的所有资产，全权的移交给易宁小姐。从即日起，易宁小姐将继任易源集团董事长兼执行总裁。宁宁，易源就交给你了。易源一路走来不易，希望诸位今后还要继续支持宁宁，尤其是你，千磊，你要好好辅佐她。自然，我会像帮主易安一样，好好辅佐宁宁的。来，小易总，恭喜你啊！宁宁，叔叔敬你一杯，恭喜你执掌易源大权。谢谢叔叔。少喝点儿。没事的。宁宁，然，你终于完成了你的愿望，真心替你高兴。开心，喝。哎，你别喝了，别喝了，你喝多了干什么？你不知道啊，又爱乱亲人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们俩也经常一起喝酒？你也知道宁宁喝酒后的习惯。
亲一个。哎，去哪儿啊？当然是一起回卧室，毕竟我们是夫妻，只是契约的，你最好记住你自己的本分。那你更应该记住你的本分，发小朋友。我发小。我一直觉得你才是我女婿的最佳人选。慢点走，你喝多了。哎，你喝多了，我去给你拿碗汤。谢谢你，阿泽。谢谢我。哎，小心小心。现在我是议员的老大了，你想要什么，我通通都可以满足你。我想要你现在好好睡觉，我去拿碗汤，你下来啊。我要送你一个礼物。闭眼睛。闭眼睛。闭。我闭。你转过去。你别摔下来啊！哎，你转过去啊！这是几？一。不要偷看。这是几啊？二。啊！不行，不要看，这是几？啊！闭上了。不许偷看哦。不可以看哦。不要偷看哦。哦。到了，到了，睁眼吧。我送你的礼物，喜欢吗？喜欢。我知道你在这儿一直都没有归属感，我希望之后你可以把这里当做自己的家。如厕必须要坐在马桶上。试试吗？不用了吧？试试吗？不太好吧？你喝多了，还是去洗漱吧。一起啊。
大早上干嘛呢？给你准备的礼物，感觉你很喜欢这些草药，在小馆的院子里就种了不少，在家也给你准备一些。妈妈，喜欢吗？你放心吧，舅舅，我知道什么是我该做的。一宁对我来讲，就是工具罢了。中式糕点竟然有害。日前，曾风靡一时的八珍糕竟被曝致人中风，受害者家属表示会追究到底。妈妈，不好了，太太，草药园起火了！妈妈。你爸爸留给我们的草药园没有了，草药没了可以再种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妈妈。妈妈，妈妈。都是我的错。爸爸走后，妈妈状态一直不是很好，草药园也是爸爸留下的最后的念想，可我没守住，最后妈妈……这不怪你，要怪就怪易安。易安。易源集团的总裁，我查过了，就是他想要八珍糕的配方，但是你妈妈不愿意给，所以他就设计了这次事件，故意抹黑八珍糕，逼得你妈妈。易安，我要让他付出代价。可是我们现在没办法跟易源集团抗衡，必须先折服。好，10年易安和易源，我要让他偿还这一切。妈，对不起，我有点动摇了。不过你放心，你的仇我一定会报。易安不在了，我一定让易源来偿还。
喂，宁宁，你外公他走了。阿泽，我今天收拾东西的时候，又看到你妈妈的照片了。要是她还在该多好。你放心吧，舅舅。我知道什么是我该做的。一宁对我来讲就是工具罢了。钱磊那边呢？你接触的如何？哦，他呀，典型的见钱眼开势利眼，听说上诉要合作，立马就贴了过来。那我们就按原计划，你以上苏集团投资人的身份进入一元，我再找机会把钱磊的股份转移给你，这样收购一元应该就稳了。对你来说，真正的变数应该在于易宁吧？对我来说，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。这些年，辛苦你了。你妈妈一定能够感知到你有多么在乎她。谢谢你，舅舅。如果没有你，我也不知怎么撑下去。都是一家人嘛，我会一直陪着你，照顾你的。姑爷，小姑爷，你可算回来了。家里出事儿了，老爷子走了。一宁呢？送走老爷以后，小姐就再也没见着。我今天收拾东西的时候，又看到你妈妈的照片了。要是她还在该多好。你放心吧，舅舅，我知道什么是我该做的。一宁对我来讲，就是工具罢了。他可真是厉害，老易总去世还能雷打不动的来上班。我看他今天还是带着全妆来的，一点都看不出来难过。冷血，没人性，无情。哎，跟这种人做事，一元要完蛋喽。要不公司交给你管？也不是不行。啊，燕总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。一元以后还不一定是谁的呢。宁宁，上次的设计方案我看了，我觉得这个还不错，要不定这个？你可以先休息几天的。公司这么多事情，我休息不了。宁宁，我知道外公的去世让你一时无法接受，你想哭就哭吧，在我面前，你不用伪装。
因为外公去世了，所以我更要挺住。哎，我们易总在忙呢，这当老总的后宫就是多嘛。家里有你这么个宝贝老公，外面又找一个艺术家，他也下情操。你现在需要休息，我送你回家。干嘛？听话。我不去。你呀，怎么跟人家青梅竹马的比呀？你不如选我。这男的，一个两个是不是都瞎了呀？日安，放开！叶先生还请自重，我自己的妻子我自己会照顾，用不着你来费心。我送你回家。我跟宁宁说好了，我送她。怎么好意思麻烦你啊？毕竟就是个朋友。那也不好意思麻烦你啊，签合同的打工仔。够了，你们俩能不能不要再烦我了？宁宁，自从宁宁她妈妈去世以后，她什么事都装心里，表面上看着很坚强，其实内心比谁都难过。今天为了宁宁，我不跟你吵，但是我担心她出事，以后你多留意一下。我说了，我会照顾好她。你还真是孝顺呐！老爷子刚去世，你还有心情来公司？家里的葬礼那么多人来吊唁，你面都不露一个。虚情假意、猫哭耗子，有什么好看的？老爷子怎么把公司交到你这么冷血的人手里？议员是真的完了，家门不幸啊！怎么，你又要开始表演了吗？没事吧？我就在这儿陪你。怎么了？不好吃吗？没有，就是没什么胃口。多少也吃点儿。来，宁宁，你看我给你带什么了？我特意去小时候我们常去那家早餐店，给你带了小笼包。你居然还能找到那家店啊？嗯，那我得尝尝。还是小时候的味道。然，阿泽做的粥很好吃的，你尝尝。阿泽，这是我小时候最喜欢吃的小笼包，你也尝尝。
尝尝呀。还行，好吃。好吃吧？我的粥呢？这个，把这些都给我扔出去！你们给我放下！这个也不要了，放下！人都走了，留着个你们给我放下！你们干什么？你们！都给我住手！文博，我的腰！文博，哎呦！这是在干什么？我看这房间风水不错，打算搬过来住。你才装了几天孝顺，就装不下去了是吗？我告诉你，这个房间里的所有东西你不许动。你不是不在乎他死活吗？这会儿做样子给谁看？现在我才是一家之主，有什么东西搬不得？你也配？没办法，法律上我就是。这一家有我的一半，得亏了你妈。你还有脸提我妈？感激她呀！松手，放开！多大的人了，这么沉不住气？行，我今天可以不搬，但我要告诉你，这一家之主到底是谁？起开！小姐，您别生气了，他就是个白眼狼。把东西都给搬回去。我是不是很没用啊？连外公的房间都守不住。你很棒了，是钱磊太无耻了。我更不能倒下。现在一家就剩我一个人了，我必须要守住一元。宁宁，你还有我。外公说了，只要有我在，你就不用做一个孤勇的战士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他根本就不把我们员工当。同意的刚好比反对的多一票，那我们今天就决议通过罢免。我手里刚好也有一些股份，应该也有投票权吧？老李总离职啊，他怎么办了？我反对小易总离开。老易总为了感谢这些当年一路陪伴的元老，
推行了员工持股计划，幸好。之前，龟苓膏县是在谁手里亏损的，又是在谁手里重新开始盈利的？我看，就是你这个姜文文工作能力有问题，在这里胡说八道。你先别说了，看看情况。对呀，我也这么觉得。各位叔伯，你们都是看着我长大的，应该知道我不是坏人。虽然我资历尚浅，但是既然外公把议员交给了我，我就一定不会让他倒下。公是公，私是私，不能拿情分说事。好，那我们就拿实际说话。下个月我会交出一份漂亮的财务报表，还请各位叔伯给我一个机会，毕竟都是一家人。好吧，对，行，那我们就看实际成绩。如果还是继续亏损，那我自请离职。老李叔，谢谢你这么相信我。这都是我应该做的，总不能让你一个小姑娘被他们给欺负了呀。你要感谢的还有一个人，是你老公着急忙慌的找到了我，不然啊，我都不知道。谢谢，加油！放心吧，都有我在。你现在这出英雄救美保住了他总裁的位置，他现在应该对你感激不尽、死心塌地了吧？议员还是放在易宁手上比较好，钱磊的手段可是没有下限，根本不好对付。那易宁现在是被你吃得死死的，随意拿捏。他很好拿捏吗？你看你现在笑得春心荡漾的，我看是你被他给拿捏了吧？你闭嘴吧你！我有吗？外公，我差点就守不住议员了。我是不是很没用啊？当然不是。你已经很棒了，就是钱磊他太无耻了。你一直安慰我。我不是安慰你，是事实。我听文博说你想吃外公以前做的青团了，我今天就尝试做了一下。尝尝，是不是那个味道？别哭了，别哭了。跟外公做的一样好吃。那以后我都做给你吃。宁宁，我希望你别跟这青团一样，把自己包裹住，不给自己喘息的缝隙。其实外公走了以后，我特别害怕，因为之前不管我做了什么，都有他给我兜底。可是现在他不在了，那种感觉就像是你一只脚踏空了，
你另外一只脚不知道该放在哪儿，你快要逃了，但是又不能逃。别怕，以后有我呢，以后都有我在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别怕，都有我在呢。日安，能收留我吗？这次都是日安的错，但他还是弃权了，也没有支持易宁，结果还不算太坏。只要他业绩不达标，他就会主动离开。燕总啊，我可是一直把你当成最好的合作伙伴。是，给到燕家的利益也是最高的。日安他之前明明答应过帮我，哪有临时变卦的道理？是，我可从来没有答应过你什么。而且我永远也不会伤害易宁的。你瞎说什么呢？回头好好教育他，以后绝对不会再出这种事。爸，您还是不要和他掺和在一起了。他现在能背叛易家，将来就能背叛我们燕家。您还是趁早抽身吧。燕氏和钱总的合作早就层层交织在一块儿了，哪能抽得出？我知道你喜欢易宁，但我们燕家不能跟钱总作对呀。可是，我们如果……可是什么可是？你要是再跟那个易宁有什么瓜葛，就给我滚出燕家！爸，别叫我没你这个儿子。去哪儿？走了就别回来。年轻人。事情大概就是这样，所以我现在被逐出家门了。燕大师好歹是个富二代，还是个有名的画家，该不会连自己的住所都没有吧？我谢谢你啊，但是我真的没有。是真的，他的钱都花在那些茶叶上了。还是你了解我，毕竟我们有20多年的感情。你这次也是被我波及的，不然你住我家。那怎么行啊？老公，朋友有难要两肋插刀，你该不会不管我朋友吧？好吧，既然我的老婆大人都这么说了，就都听我老婆的。我猜你的卡是不是也被冻结了？我这有一张，你先拿着。你怎么当着我的面拿钱养别的男人啊？我们都是好朋友。老公，你现在是这个家的男主人，要不你给他安排一间房间？好吧，我现在是这个家的男主人，当然是我来安排房间了。那就收留他这个好朋友吧。谢谢老公。哎呀，你爸在家着急上火的，你倒挺有闲情逸致啊。我之前的提议仍然奏效。你帮我夺得1元，我助你拿下易宁。生意人嘛，讲究的就是双赢。我从来不做生意，而且我和易宁之间最大的问题，不应该是你吗？哎呀，你还是太年轻，不懂得变通。只要你肯跟我合作，我可以让你一直名正言顺的待在易宁身边。你以为当初沈千泽是怎么轻易进了这个家门的？
他是你的人，看着不像啊。棋子没有了弱点，就很难掌控，那就只能把他踢出去。你是说，我有弱点？你身后的燕家，你放不下的。我已经离开燕家了。多个朋友总比数个敌人强。等你想通了，再来找我。字写的不错。还没写呢。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，一直留在易宁的身边。宁宁，你家换做饭阿姨了，这个饭跟以前不太一样啊。看来我们家新来的做饭阿姨手艺确实特别好啊。哎，那回头介绍到我家吧。这家的做饭阿姨就是我呀。燕大师是需要我上门提供服务吗？可以啊，我家现在正好缺一个做饭的阿姨。要不你先尝尝我做的菜到底合不合你口味再决定。这个菜啊，辣辣的，可好吃了。再试试我做的这2道拿手好菜，特别辣。来，然，我记得你好像不喜欢吃辣呀。啊，你不能吃辣呀？那你和宁宁吃不到一块儿了，以后别一起吃饭了。没事，我现在能吃辣。能吃？能吃你就多吃点儿。这个辣椒才是精髓，你也多吃一点。你吃，都是你的，你吃。你也吃，吃，吃，你吃。够了！你们俩到底吃不吃饭啊？在干嘛？看菜谱啊，在研究几个特别辣的菜。好看吗？比我好看啊？哪有你好看？你最好看了。哎呀，我头发乱了，你帮我梳一梳。你有没有觉得很热啊？好像是挺热的。那你看菜谱吧。哎呀，菜谱哪有你好看？沈天泽，你不能陷进去，你要记住你的使命。早餐总不能再吃辣的了吧？
多吃点。胡辣汤，又想害我，我才不上你当！什么？包子也能是辣的？算你狠！宁宁，最近总是下雨，湿气比较重，你可以多吃点辣的。这个你带着路上吃。日安，那我走了。你没事吧？那我走了。哎，宁宁。走了。去吧。吃。小燕总，您这个手啊是拿画笔的手，它不是拿刀的手。这么着，我先帮您把食材处理好，好不好？不用，文部啊，不就是做饭吗？我自己来。您自己真行？行。那这么着，有事您叫我。好嘞，好嘞，好。哎。着火了！着火了！快来人啊！着火了！燕大师，你这是要做实验啊？我不是故意的。你如果不能吃辣，就把辣椒里的籽和茎都清理干净。我能吃辣。然后再把它切成丝。这切几厘米是丝啊？大概这样就行了。这么粗，这条吧这是？你还切不切啊？切！我这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我眼睛疼。摸过青椒的手不能碰眼睛的，会越弄越严重的。真疼，真疼！真服你了！哎呦，还别动，低点。8小时没见，你们关系这么好啦？你回来了，宁宁。你回来了，老婆。我正准备做饭给你吃，然后把厨房给烧了。你要不要看看我切的青椒丝？结果把自己眼睛给辣哭了。老婆，还是我做菜给你吃吧。你这老婆叫的还挺顺口的呀，可惜只是契约的，你顶多就算是个临时工。说起这个，你当时这个契约不是为了让你外公安心能够顺利继承议员吗？现在既然一切都已经顺利完成了，这个合同工是不是就可以解约了？那个，你现在还是有选择的，好好考虑一下。临时工。日安，你别这么说。眼药水呢？我记得在这儿啊。哎，谢谢啊。年轻人还真是愿意瞎折腾。我的提议，我拒绝。那这样，我先展现一下我的诚意，让沈千泽离开易家如何？考虑考虑。
你要去哪儿啊？我们还是终止合约吧。不是，我从来没有把你当做合同工，我也不想让你离开。我想了想，嫣然说的没错，我现在根本就帮不了你什么，只能是个累赘。你应该注重议员的发展。我这么做是为了你好。他凭什么自说自话的走啊？太过分了！难道他在吃日安的醋，生气我把日安留下来？不然我去哄哄他。凭什么你去哄他？你才是被甩的那一个！现在去哄他，太舔狗了！不行，我得先晾晾他。阿泽，阿泽。醒了，来吃早饭。来，这么多啊，都是你做的啊？买的。我刚煮的咖啡，尝一尝。阿泽说不让我喝，我又想起他了。没事，我还准备了豆浆，稍等啊。日安，不用麻烦了，我不吃了，我先上班去了。哎，我这马上好，马上就好。我来接你回家。宁宁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知道你没有带伞的习惯。谢谢。走吧。头好痛啊，你帮我按一下。是你啊，我还以为你是。没事，我不太会。我可能有点累了，我先去休息一下。你说不让我喝是吧？我偏喝。
白喝。怎么喝这么多呀你？来啦，一起喝呀！现在没有人管我，我要把这些都喝光。慢点。我扶你回去休息吧。我不回去，不要回去，不要一个人了。你不是一个人呀，你还有我，我会永远陪着你的。你会一直在我身边的。我会一直在你身边。喂，叔。你爸他病倒了，赶紧回来吧。我知道了。阿总，阿总，阿总，宁宁，晚安。你来了，宁宁。从我们认识第一天起到现在，已经有20多年了吧？我几乎是参与了你所有的过往，所以，我原本以为我们不只有过去、现在，还是可以有未来的。但是现在，我怎么也没有想到，会有一个别的人闯入你的世界，而我，却成了一个外人。日安，你一直都是我最好的朋友。可我不想和你只做朋友，我真的想争取一次。可我们之间存在着太多的利益纠葛、人情世故，我们俩太像了。而且爱情从来不是生活的全部，谁也没有必要奋不顾身，对吗？我想要的爱情一直都是，眼里心里都只有我一个人，一直会牵着我的手不放的。只要你愿意，我可以为你放弃一切，放弃所有，心里只向着你。可是我不想让你们父子成仇，而且我有喜欢的人了。日安，我们还是好朋友，对吗？所以，真的不再考虑一下了？好，那我就还坐我的位置。
哎，对了，沈千泽的离开，有可能是钱磊的手笔。钱磊？嗯，但具体的我也不清楚。谢谢你，我知道了。你从易家离开也好，我一直都担心你在那边太危险。我们还是从长计议，总有办法能够扳倒易元的。刚好是钱磊来威胁我，我就将计就计罢了。只要让记者们爆出我被扫地出门的消息，易宁一定不会置之不理，还会对钱磊更加敌对。你就这么自信，他爱你至深？感情是不靠谱的，但利益是实际的。易元集团新上任的总裁竟然抛弃糟糠夫，你觉得这样的人还能坐稳易元的位置吗？易宁他是绝对不会允许有任何抹黑形象、影响易元的情况发生的。你这么了解他？你对沈千泽做了什么？只是让他认清自己本该在的位置罢了。小姐，小姐，小沈他出事了，他被人堵在小馆里了。文博，啊，给我看看。哎，哎呀，年轻人还真是愿意瞎折腾。软饭男，哎呦，太难看了。哼，是软饭也不好吃啊。回答一下我的问题吧。请您回答我的问题。不谈是有什么隐情吗？请您正面回答一下吧。是啊，你简单说两句吧。简单说两句，说一下吧。这闭口不谈是有什么原因吗？哎，易总来了，易总，您能澄清一下吗？沈千泽是不是已经被您扫地出门，变成下堂夫了呢？沈千泽依旧是我的丈夫。还有人透露他在和你结婚之前，情感生活非常混乱，周旋在许多女人之间，以吃软饭为生。你们确定不是那些女人因为得不到他而造的谣吗？如果他真的要吃软饭，为什么要经营这家小馆？是我的饭不香吗？那么也就是说，二位并没有产生婚变吗？我们好得很，他依旧是我家人。快！去他的契约，我就认定你了。苏总好，苏总好，做得不错，辛苦了。哎呦，太感谢苏总了。那我们就先走了。走。再说一遍。说什么？说你喜欢我。我喜欢你。我还想听。我喜欢你。再说一遍。我喜欢你。来。干嘛？我就让你尝尝这粥好不好喝啊。帮我端过去吧。好。啊，你小心。文文，你看看，要是哪不满意呢，回头让人再给你重装一下。文博啊，以后新莲和文文呢就搬过来一起住，你让人把南面的卧室收拾一下。小贝类有我好，没你好，肯定是你跟他过去。哎，不过，不要生气嘛。
不要生气，小星星给你赔罪。嗯，这还差不多。来吧。哎呀，好痛啊！文文，你看看，要是哪儿不满意呢，回头让人给你重装一下。文博，以后新莲和文文就搬过来一起住，你让人把南面的卧室收拾一下。我看谁敢！怪不得在公司这么嚣张，原来是有靠山啊！一宁，这宅子也有我的一半。老爷子走了，我才是这个宅子唯一的男主人，你凭什么不选？没想到有些人鸠占鹊巢久了，真把自己当回事儿。我妈20多年，就算养条狗也喂熟了，养了你这么个白眼狼。你妈走了那么多年，我难道要舍她一辈子？易大小姐，我看你还是太年轻了。这世上没有哪个男人会为女人守贞的，更何况还是一个已经死了的女人。你干什么？小姐，哎呦，好疼啊！都给我滚！沈千泽，你少管闲事。文博，小姐，送客。哎，家里不欢迎外人。我看谁敢！这沈千泽说到底不也是外人吗？如果赶他们走，那沈千泽跟他们一起走。跟他们吵架不值当，我们先回。愣着干嘛？继续搬！搬！秀什么恩爱呀？胳膊受伤了，又不是腿瘸，要死了。哎，你做菜要少放一点盐啊，我血管不太好，吃不了太咸的。哎，你这西红柿切小一点儿，太大了炒不烂的。哎，这点好点。哎呀，你看你切的这形状，哎呦，这刀工真差。哼，做作。这饭真是没法吃，难吃的要命。呸！什么脏东西！你真的打算放任他们都不管吗？打蛇打7寸，在我眼皮子底下，当然要一击必胜了。亲爱的，我来给你看看我现在住的大房子，还有海呢。哎，你等会儿啊！哎呦，这光天化日的像什么样子？真是日风日下，辣人眼睛。老公，我肩膀好酸啊！肩膀酸啊？嗯，痒，亲一下。哎呦，不要脸，真是不要脸！哎呀，哎呦！哎呦，我这个头好疼啊！怎么了？哎呀，磊哥，人家今天被易宁气得头疼，你帮人家按一按就好了。明天让文博陪你去医院看看，咱们这个年纪啊，小毛病更得注意。哎呀，我就是累的，人家肩膀也有点疼，你帮人家按一按就好了嘛啊！你又没干活，累什么呀？易宁哪儿找到那么善解人意的男人？怎么到我这里就这？
你是不是想那个了？小欣欣。哎呀，不是啦，人家今天是看沈千泽对易宁那么体贴，有点羡慕嘛。吃软饭的能跟我比？他能给你房子、车子、包包、首饰啊？哎呀，女人还是得有钱呢。哎，女人就是肤浅。哎呀，那肯定还是磊哥最好了。哎呀，是我不好，中了易宁的离间计了。不要生气嘛，小欣欣给你赔罪。小白脸有我好。哎，没你好，肯定是你好。你跟他过去。哎呀，不过，不要生气嘛啊，不要生气，小欣欣给你赔罪啊。这还差不多。王姨。王姨，你知道是谁动了冰箱里的生烟吗？还能有谁呀？既然喜欢吃，就让他多吃点好了。哎，怎么了，江太太？不舒服啊？那该死的王姨肯定是菜没洗干净，害我拉了一晚上肚子。吃坏了肚子啊！这种东西确实不能乱吃啊！茯苓莲子汤这种大寒之物，吃多了不拉肚子才怪。是你？哎呦！自作孽不可活啊，江太太。进。是啊。我听说你家的事了，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？还真有，这是我们新品研发项目书，你提提意见。你准备请风月来代言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他人气一向很高，而且风格也属于一元新品国潮古风的定位，是很不错的选择。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，那你之后可得来帮我啊。宁宁，你放心，无论什么时候，我都会帮你的。谢啦。各位没有异议的话，让法务团队尽快拟一下代言人合同。风月这边我来谈。邀请风月没什么问题，但谈合作这种小事，就不劳烦易总亲自出马了吧？钱总什么意思？我宣布，从今天起，升市场部江文文为副总裁，负责新品开发和市场研发。邀请风月的事就交给江文文。易总，还是把精力都放在如何管理公司上吧。钱总，这样不妥吧？这是跟所有股东商议后的决定，燕总也同意了。你有什么问题吗？那都听钱总的。江文文，希望你不要辜负大家的期待哦。易总放心，这个公司不是只有你会干活。哎，小燕总，哎呦，这个项目我想请你帮帮忙，可以吗？有什么事我们明天会上说吧。哎呦，这可不行！哎，你看看，这个下周一就要交，时间紧，任务重，求求你了！你也不想我做的太难看吧？我是答应过易宁会帮他，但是现在这个项目不在易宁手上，我已经没有义务去帮别人了。你另请高明吧。凭什么人人都爱你？易宁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一定把你拥有的东西都抢过来。哎呀，好痛啊！哎呀，我
的脚好像崴了。千泽哥哥，听说你手艺不错，给我按按呗。啊！单千泽，你就是个臭厨子！以后易家和易源都是我的，你得罪我有什么好处？易源能是你的？当然，易宁给你的，我也可以给你。怎么样？要不考虑一下，别跟他了，跟我吧。那你能把易源给我吗？沈千泽，你耍我！江小姐还请自重，别像没见过男人一样。你，放开我！救命啊！放开我！救命啊！姜文文，我给你脸了是吧？你打我给他的东西啊！姜文，你搞清楚这个家谁才是主人！文文，开门！易宁，你放开他！开门！开门啊！文文，你没事吧？啊！来，慢点啊，慢点。你们等着，放心，爸爸一定会让易宁付出代价。你看着吧，早晚我爸会让易源现钱的，到时候我才是真正的千金大小姐。帮我查查这个女人的来历。老板，江文文就是钱磊和江心莲的亲生女儿。我知道了。宁宁，你觉不觉得钱磊和江文文的关系有点微妙啊？你是觉得江文文是钱磊的私生女？那钱磊岂不是早就背叛了母亲？江文文，跟枫叶的项目合作怎么一直没有进展？人家嫌咱们项目不好，看不上呗。那你就继续跟啊。你这点工作能力都没有吗？易总，这说到底是你的项目不够好，怎么能怪文文呢？钱总真是会倒打一耙呀。那如果我能请来风月呢？就算能请来风月，这种产品的市场效益也不乐观。更何况风月的宣传费也是一大笔支出，公司这个季度已经没有预算了。易总，你要是这么有能力，为什么不给公司再多拉几笔投资呢？可不嘛，别一天到晚就知道花钱耍官威，也给公司干点实事。哼。我当时真应该劝劝我妈，千万不要嫁给那个钱磊。别生气了，喝点汤下下火，小心你的肝啊！苏总，你信我，投资国产可乐项目一定大有可为的。里面是谁啊？是苏总，就是我之前跟你提过的那个投资人。你不是也有项目在找投资吗？要不跟他聊聊？苏总，您不再考虑考虑了吗？我们的合作模式都好说的。抱歉，你们的项目跟我们上苏的投资理念确实有出入，我们之后有机会再合作。好。苏总留步。苏总，有没有兴趣考虑一下易源的项目？这是宁宁的新项目，你们要是有空的话，留下来聊聊，我去给你们做2个菜。你都开口了，我没空也得有空。坐。
苏总，我简单跟您介绍一下，议员呢其实做过市场调查的，其实年轻人还是比较喜欢有特色的中式糕点，结合包装、产品、口味一些元素，我们决定还是想做一种。没想到议员这个新项目理念还挺深刻的。那苏总有兴趣吗？明天易总如果有时间的话，可以来我们公司聊聊具体的方案。没问题。菜来了，辛苦啦。你们聊得怎么样啊？如你所愿。把汤喝了。苏总在。看看吧，还真让易宁拉到投资了。听说他还联系上了风月，约了今晚见面。这个事要是真让他做成了，那我们的脸可就丢大了。我不会让他做成的。真的不用我送你啊？不用，没关系。去吧，路上小心啊。嗯。哎，宁宁，车胎坏了。什么？你别着急，我来修。外套是不是不方便啊？要不脱下来我帮你拿着。心疼沾满心眼，填满每个瞬间，像既定的航线。我懂你的不安，心要为你分担，给你无限陪伴。那怎么办啊？还有不到半个小时了。你别着急，我10分钟就给你修好。不着急，你慢慢来。心的交手考验，不想依赖，彼此成全，不想牵，多少次放开的瞬间，挣扎怀念，挣扎之间，无可替代。事情办得怎么样？放心，他肯定见不到风雨。明天就是新品发布会了，易总到现在还没有请来风月，给公司造成的损失，易总打算怎么负责？哎呀，年轻人还真是不服输啊！装什么呀？他不过就是垂死挣扎嘛。我宣布，新品茶饮的项目，由于易总没有请来代言人，暂时搁置。这个怎么办呀？来了来了，催催催，着什么急？不知道女明星出门是要打扮的吗？怎么回事？奶奶，多给你留了半个小时，你还能迟到？这不知道其他甲方怎么受得了你啊？那没办法，谁让人家红嘛。哎呦，你都不想我的嘛！哎，对了，合同呢？赶紧签了吧。
省得一天到晚总有讨厌鬼找你麻烦。你们俩认识啊？当然，我们可是发小，看不出来吗？易宁，你耍我们！你把公司项目当儿戏吧！你少给我摆一副长辈的臭架子！爸，你等等我，怎么回事？好了好了，不气了。这老吸血鬼终归是走了，不是？哎呀，开心点儿，笑一个。进。小宁宁，还不走吗？啊，我打算看一下钱磊这些年经手的项目，以他的胃口，一定贪了不少。我要让他都吐出来。我家小宁宁也太帅了吧！不过我今天晚上有通告要赶，就不能陪你了。好吧。到家跟我说一声，辛苦啦，拜拜拜。爸，你确定要这么做吗？万一被抓到，我们就……被抓到又怎么样？你以为我们还是什么？我是怕易宁那个脾气，万一他不答应呢？我就不信他不要命。一会儿你们手脚麻利点，听见没有？来，啊，哎。大哥，大哥，咱等的人什么时候到啊？你急什么？耐点性子。哎，着什么急？有人来了。沈千泽，算了，绑不到易宁，绑他也行。上。哪儿找的人？钱家村。林叔，他好像醒了。是你吗？看来没被打傻嘛。沈千泽，哎，我给你个机会，你跟了我，然后给我做饭、洗衣服、打扫卫生，这样我就可以。给我拉！
别跟他废话了，沈千泽，你最好给我老实点。只要易宁把股份转让协议带过来，我可以放你走。易宁怎么可能回来？我得自救才行。你别天真了，易宁用1元换我，你想想你会用1元来换江心莲吗？你少在这挑拨离间！我爸妈是真爱。给我拉！可我和易宁不是，我只是他的契约结婚对象，他眼里只有1元，他根本就不可能来这儿。那我就让全世界知道，易元那个女总裁是个视人命如草芥的家伙。他想不到这些吗？钱磊，你的如意算盘算是打错了。我要是你，就会好好想想怎么跟我合作，我说不定还能帮你。爸，你不要被他骗了，这种长得好看的男人特别会骗人。你还想骗我？钱磊，你别忘了你现在的处境，你现在只不过是条丧家犬，你除了信我，你没有别的路可走。闭嘴！钱磊，你放开他！我来了。他竟然来了，为什么？东西呢？宁宁，你别管我，别动！你快走！别动！去！你最好别给我耍什么花招。别管我，宁宁。爸，是真的。易宁啊，易宁，没想到你跟易安那个唯利是图的女人不一样，倒是个有情有义的主啊。你要的东西已经给你了，能把沈千泽还给我了吗？先撤销诉讼。你先放人！给我拉！啊！不，你别激动。别跟我讨价还价。喂，易总。刘秘书，我们撤诉，不告了。这不就对了吗？现在可以放人了吧？你们还真放了？啊！爸，有人来了，东西已经到手了，咱们还是走吧。价格我给你们翻倍，给我打！大哥，我们怎么办啊？跑啊！阿苍，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阿苍，南派，你怎么样了？阿苍，你别吓我。来人！来人！
哎，宁宁，别说，你家沈千泽品味挺不错呀。那当然了，不然我当时为什么要选他呀？有没有闻到一股特殊的味道？没有啊。这个地方哪儿都好，可就有一点不好，到处充满了恋爱的酸臭味儿。讨厌。宁宁，来，坐这儿。饿不？哎，等等，要不你俩再腻歪会儿，我先走了啊。你坐，你坐。上回你说想吃那个葱油鸡腿饭，我这几天一直在学习，一会儿做给你吃。真的，谢谢你，阿泽。你再帮我加2道菜，我还请了苏总。阿泽，还得是你啊，姐夫。我们宁宁可从来没有叫过谁的名字这么嗲过。那我先去忙了。哎呀，没想到啊，没想到，以前呢，你就像个被植入了工作程序的 AI 一样，结果现在不仅为爱痴狂，还变得这么腻歪了。怎么？女强人不能谈恋爱啊！我是开心，你呀，终于变得有人味儿了。哦，我之前有那么糟糕吗？也就是我才能这么包容你好吗？你之前二位聊什么呢？这么开心？苏总，风月，你好。你好，苏总，之前的事情还没来得及谢谢苏总。应该的。哦，对了，议员现在应该没什么事吧？没事了。多谢苏总之前帮我找人专门留下了录音，我想警察现在已经在走法律程序了，我给钱磊的那份协议不会生效的。你就不怕计划出错，议员真的落到了钱磊手里？有时候，我们也需要赌一把，不是吗？哎，你们先聊，我去跟阿泽打声招呼。想不到你全都计划好了，我还真以为你是为爱疯狂了呢。我爱他，但并不代表我要做一些傻事。好，好，好，你说的都对。苏总来了。你演这一出绑架的苦肉计，为什么不提前跟我商量？虽然效果不错，但这也太冒险了。这不是苦肉计。什么？我从来没想过易宁会用公司来换我，所以我怎么敢设计？不过也确实证明了你拿捏住他了。阿泽，你现在完全可以利用他对你的爱来操控他，得到议员。舅舅，我有一点不想复仇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他说我是他的家人。也是因为他，我才慢慢想起被人关心和在意的感觉。现在比起恨他，我更想去爱他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和他之间的关系一开始就是建立在谎言上的？如果让他知道了你从一开始就欺骗他，他会继续喜欢你吗？我们已经走到这一步了，阿泽，别做出让自己后悔的决定。别担心，如果你实在狠不下心，我会帮你的。什么意思？你干杯！月，尝尝。作为一个女明星，我好像只配吃蔬菜吧。你知不知道？宁宁，宁宁，怎么了？我头有点疼。疼得厉害吗？二位不好意思啊，要不今天我们先到这儿吧。没事没事，
你们先走吧，身体最重要。走吧。路上小心啊。要不我们吃饭？文博，哎，姑爷回来了。今天是有客人来啊？哎，是啊，是上苏集团的苏董事长来拜访小姐。啊？哎，所以他小时候就是这个样子。阿泽，你来了，怎么了？苏总怎么来了？苏总是来找我们谈新项目合作的呀。怎么，阿泽是以为我来跟易总打你的小报告吗？什么小报告啊？没有小报告。你们聊差不多了吧？我先送他回去。瞧他紧张的。易总，下次我悄悄跟你说。舅舅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我只是想告诉你，你已经没有退路了。阿泽，别耍小孩子脾气。阿泽，别怪我，是你逼我的。感觉你状态不太对啊。没事，可能是之前的事情把我吓到了，一下子见不到你，又有些紧张。放心，我在呢。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你都会在我身边吗？会啊。那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骗了你，你也不会离开我吗？那就要分情况了，看你是骗钱还是骗感情。有什么不一样？骗感情可以，骗钱就老死不相往来喽。怎么了？你该不会真骗我感情了？如果此时此刻我对你不是真心的，我出门就被车撞。怎么，我的总裁老婆还不够累啊？白天没有时间工作，只能趁晚上有空了看看资料喽。谁让我找了个工作狂呢？你要是还不累，你就帮我整理一下那边的资料。嗯。这是妈妈的字迹，是妈妈亲手写的八珍糕配方，怎么在这儿？宁宁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议员曾经推出过的一款糕点的配方，但不知什么原因停产了。你帮我放在那一年的资料夹里。要怪就怪易安，就是他想要八珍糕的配方，但是你妈妈不愿意给，所以他就设计了这次事件，故意抹黑八珍糕，逼得你妈妈。所以当年易安就是为了这一支配方才害了妈妈。
我先回去了，你早点休息。阿泽，你回来了，来，看看妈妈写的，对不对？阿泽，你为什么不帮我报仇？沈千泽，他们抢走了我的心血，你为什么不帮我报仇？你忘了我是怎么死的了吗？是他们逼死我，是易安逼死我的。我会报仇，妈，我会报仇。你要帮我报仇，你记住了吗？宁宁，对不起，有些事情我必须做。希望一切尘埃落定之后，你还能在我身边。小姐，出事了，您看看吧。家人们，老王我就想不通了，这一元集团怎么也是个老字号，可他们的产品怎么越来越差劲？来，菌群超标150%，这是什么概念？这就让别人在喝马桶水一样。哎呀，就这样的产品还请了风月做代言人。我觉得啊，把这笔代言费省下来，打扫打扫卫生得了。你们有买过这样的产品吗？你们现在是不是觉得嗓子里面很干呕？我呼吁大家，一定严格抵制一元公司的产品。再也不买一元的任何东西了。一元换了老板，东西都变得这么垃圾了吗？怪我那天以后别说自己是国货，一元赔钱。喂，刘秘书，立刻通知公关部门，还有检查人员去工厂查看一下。另外，通知所有部门经理会议室集合，半个小时后开会。舅舅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太优柔寡断了，事情就差临门一脚，我这是在帮你。可你这样会害我失去宁宁，那又怎样？你妈妈的仇难道不如一个易宁重要？你是不是忘了你最开始为什么进入易家？我有我自己的节奏，我只是需要一个时机啊！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。你忘记当初我们说好了吗？要把你妈妈遭受的痛苦全部偿还给易家。阿泽，我只是做了你不敢做的事。不过就是一个女人而已，易元在你手上，还怕她跑了不成？阿泽，打起精神，该收网了。一宁来了，来，一宁来了，易总，请问一元的生产卫生标准是否真的不合格呢？我不清楚，我们公司已经在处理了。请您回答我们的问题好吗？我们已经在处理了，已经在处理了。回答一下吧，请您正面回答一下。我们公司已经在处理了，希望大家给我们一点时间。请问易总认为这次事件是否跟亿元中华领导人有关？请您回答我的问题。说一下吧，你都得回答一下，易总。易总大爷特别好，你都得回答一下。易总，您说一下吧。易总，您说两句吧。请大家再给我们一点时间。公司对于产品质量问题向来都是放在第一位的，也谢谢你们的关注。请您正面回答一下好吗？请正面给我们一回答。别走啊！阿泽，你先找个地方等我，我事情处理好了就找你。
走吧。怎么了，各位？怎么都围在这儿？嘀咕什么呢？宁宁，你看，我现在联系股东召开董事大会，我看谁有资格罢免我。是我。这是议员除了你以外，其他股东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。现在我是议员最大的股东，很抱歉，议员现在是我的了。所以你接近我的真正目的，是为了得到议员？你到底是谁？忘了告诉你，其实我的妈妈姓苏。苏？上苏集团跟你什么关系？你是苏景轩什么人？宁宁，这一点我没有骗你。苏景轩是我的资助人，但他也是我的舅舅。所以，你是代表上苏集团来收购议员的是吗？对不起，我也有我的苦衷。离婚吧。宁宁，你松开，别碰他，别碰他！你可以恨我，但你不能离开我。剩下的交给你们。你放开我！放开！放开！你放开我！沈千泽，你放开我！你放我下来！沈千泽，你放我下来！你放开我！你这个人渣骗子！我真是瞎了眼了才会跟你结婚！你这种人，谁碰谁倒霉！你放我下来！你放开我！沈千泽，你疯了！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依宁，你听好了，我说让你别离开我这句话不是请求，是命令。到底为什么？从我决定要报复议员那天开始，我就知道你会离开我。但是现在我已经收不了手了，我不可能让你离开我。到底为什么？因为你妈害死了我妈！你妈害死了我妈！沈千泽，我觉得我妈不可能是你说的那种人，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证据确凿，你和我没必要争了。你一天没吃东西了，喝口汤暖暖胃吧。不管你什么理由，你目的已经达到了。宁宁，我承认我是带着目的接近你，但我也真的爱你啊。我放不下我妈的那些往事，我也放不下你。我不奢求你原谅，但是我不允许你离开我。沈千泽，你当我是什么？被你玩弄于股掌的小丑吗？你现在跟我装有意思吗？喝汤吧。我告诉你，我就算是捡垃圾吃，也不会再吃你做的一口饭。你让我恶心。如果我硬要让你吃呢？我们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
都是你自找的。如果你还不给我喝汤，我就这么喂着你。你混蛋！沈千泽，既然你恨易家，你为什么不把我放了？眼不见心不烦。因为你是我的妻子，我当然要好好照顾你。我们为什么要这样相互折磨？我怎么会折磨你呢？我爱你啊，很爱很爱你。可我已经不敢再爱你了。可你说过我们是一家人，不是吗？既然是一家人，我就不会让你离开我。宁宁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请你也别离开我好吗？喂，日安。喂，宁宁，我在车库等你。我马上过来。宁宁，我买通了这边的保镖，我一定会送你出去。走。没事，别怕，有我在。干什么？一宁，如果你今天敢走，明天我就让一元破产。你再说一遍啊！日安，对不起，你先走吧。宁宁。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你就这么迫不及待的想离开我？沈千泽，你为什么就不能放过我？你动手吧，我是不会让你离开我的。沈千泽，我求求你放过我，放过我。你也下不了手，你也放不下我。怎么了，老板？看好他，别让他离开半步。我去拿东西收拾一下。老板，那个老板娘不能出去，但是能不能让医生进去啊？医生？他好像发烧了。老板，我已经把医生送走了，你折腾了一晚上，休息会儿吧。
我让你看着他，你就把人给我照顾成这样。不是你把他搞成这样的，怎么还甩锅呢？真是的。医生怎么说？医生说吃了药先观察一下，如果退了烧的话就没什么事了。小心！你怎么在这儿？你生病了，我不在这儿还能在哪儿？既然醒了，把药吃了吧。如果我不吃，你是不是又要像之前那样对我？宁宁，我只希望你能好好照顾好你自己，我绝对不会逼你的。我不过就是你得到议员的工具。你对我来讲绝对不是工具。至少在我动心的那一天，我就已经输了。我现在已经不会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了。我累了，药我会自己吃的，请你走开。怎么了，老板？你说我是不是不应该这么对他？我也只是想让他留在我身边啊。我知道，你想为你妈妈的死报仇，但是她是无辜的呀。对，他有什么错呢？妈妈，你说我努力了这么久，不就为了这一天吗？可这一天真的到来，我怎么这么难过啊？为什么会想带我来这儿？你不是心情不好的时候都会来这儿吗？今天我做了葱油拌面和春水生，我们好好喝一场吧。要是没发生以前这些事情，你应该是个好老公了。对不起，我妈的事情不应该让你承受。要喝就喝个痛快。好。还记得我第一次在这儿找到你的时候吗？那个时候，我还因为钱磊背叛我妈的事情而伤心，没想到现在，我跟一个背叛了我的人坐在这里喝酒。真是可笑。宁宁，我们不说以前的事情，只喝酒。老板，易小姐那边。
你没走？酒量不行，就别打肿脸充胖子。你这个人，做不到完全心狠，就别学人家当坏人。你是为我留下的吗？不是，我是为了我妈，在查清楚真相之前，我是不会离开的。你真的不会离开我？对，所以能不能不要把我关在这间屋子里？我想出去把这个事情查清楚，否则我不会安心的。你还是不相信我？你要我怎么相信你？你仅凭苏锦轩的一面之词就可以定我妈的罪？沈千泽，你了解我的，我必须自己查清楚真相，给我和我妈妈一个交代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但我必须陪你一起。一会儿我先去引开他，你去档案室等我。苏总好。阿泽，舅舅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有些事找你，去你办公室聊。走。你有什么事要跟我说？你打算怎么处置议员？当然是按照我们之前说的，开除所有管理层，整合各线资源，编入上诉。完全舍弃议员这个品牌吗？怎么？你不愿意啊？舅舅，我想用议员做八珍糕，所以我希望你能把议员给我。小阿泽这是长大了，也要开始要权了。行，等你把这边的事情处理完，议员交给你。那你先忙，我就先回去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有找到什么吗？还没有，还需要一点时间。我帮你一起。不用了，你不是不相信我妈没害人吗？是，但是我想帮你。找到了，这是不是你母亲的八珍糕配方？这是议员之前临时叫停的一款项目方案，里面有他的市场营销策划和他的开发方案。最下面这个，就是我们和苏婉秋签订的合作意向书。你看到的配方，是议员从苏婉秋手里堂堂正正买过来的配方。我们既然有意向跟他合作，怎么可能设计毒饮料事件来损害我们自己的利益？可八珍糕没了，最大的受益方是议员啊，这不可能有错。沈千泽，你好好想一想，这背后最大的受益者到底是谁？妈妈，你看，那是风车。风车的那边就是我们的新家，走，妈妈带你看看去。你好，请问这里本来不是一个草药园吗？是的，先生，我们度假村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先的草药园，让每位客人都体验到来自自然的疗愈。你们度假村是上苏集团的？是的，您放心，我们的服务品质是绝对有保障的。谢谢。啊，不客气。看看吧，这个度假村
在你母亲去世之后不久就见了。真是可笑，最会骗人的人，反而上当受骗最深。沈千泽，你真可怜。你还记得以前你问我，如果你骗我会怎么样吗？那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骗了你，你也不会离开我吗？骗感情可以，骗钱就老死不相往来。我告诉你，我们以后不要再见了。别走。沈千泽，你觉得你还有资格留我吗？你听清楚了，我不要你了。你难道就打算这么一直消沉下去？真正的罪魁祸首还在外面逍遥。是谁？易安，易源集团的总裁，他无法接受糕点市场被八珍糕占据，所以就引导了这次的舆论事件，把所有的负面舆论都引导到了你妈妈身上。请问苏总，为什么我家的草药园会变成你上苏集团的度假村啊？哦，那片草药园啊，你知道的，当年那片地方都快被烧成废墟了，我是怕你触景伤情，所以就把那片地方改建了。你怎么突然想到去那儿了？昨天我梦到我妈了，所以就想去看一看。你妈妈要是知道你为她做的一切，一定会很自豪的。对了，舅舅，我这边忙得差不多了，要不下周就回医院接手八珍糕的项目。可以啊，医院那边我已经做了简单规划了，那里的老员工会妥善处理，具体的你到那边会有人跟你对接。什么意思？你要开除那些老员工？那些对于医院太忠心的人，用了对我们没好处。这样不妥，他们都是医院的核心人员，没了他们，生产线和研发线都有可能全面瘫痪。而且我还要他们做八珍糕。既然你那么坚持的话，就听你的。不过阿泽，你要记住，你是上苏的人，是我外甥，不是易家的人，知道吗？当然知道了。哎呀，这老李怎么这样？冷静点儿。对啊，别太冲动了。这不裁员名单还没正式下来吗？咱好歹也是元老。改朝换代了，老张，现在不走，等着被扫地出门呢。我对不起那人。上班时间你要去哪儿？不劳沈总费心了，我不干了，在白眼狼手底下做事，我容易失眠。你怎么说话呢？你知不知道老板为了你们留下来费了多大的劲儿？不识好歹。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被裁了？对。现在大家可以继续完成手头上的项目，安心工作就行了。哼。黄鼠狼给鸡拜年，谁知道有什么后招呢？老子不伺候了。哎，老李，就算要走也要走完流程，跟我去办公室。走啊！哼，冷静啊！冷静点儿，冷静点儿啊！劳烦沈总快点儿，我还有事。老李，你现在走，难道就不担心手上的项目会出问题？出问题又怎么了？你们上苏这么大公司，这点烂摊子收拾不了？易源的项目要是再出问题，这个招牌可就砸了。你怎么跟易宁交代？你什么意思？小易总还会回来？你不相信他有那个能力？如果你想让易宁回来的时候没有可用之人，你就把这个填了走。但如果你愿意相信我一次，你就回到你的岗位上，好好做好你的事情。顺便再帮我查些事。最后一次。他们测试了数百次，
对几十瓶随机样本进行了采样分析，没有发现任何一例样本存在菌群超标的情况。议员的产品绝对没有问题。我就知道，不可能有问题。现在只需要让那个测评博主出来澄清，议员的名誉就能恢复了。那我们现在去。走。谁啊？关门。老王先生，我们聊聊吧。我跟你们不认识，跟你们聊什么？不认识，往我们头上泼了这么大一盆脏水，现在说不认识，有点假了吧？你是想让我们进去聊，还是我们带你去警局聊？老王先生收了不少好处啊。这是品牌给我的样品，我拍视频用的。但我也不跟你兜圈子了，我们找机构专门检测过，我们议员的饮料根本没有菌群超标问题。到底为什么这么说？我测出你们的产品有问题，怎么还不让人说实话呀？你嘴里有实话吗？老王先生，这些年你口碑急剧下滑，多半是因为还要还赌债，收了不少黑心钱吧？日安，不然我们把他的真实住址告诉那些债主。好啊，可不能说。干什么你？可不能说，他们会让我走开。他们不是。现在知道害怕了。好啊，我可以不说，但你必须澄清，你的测评是假的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还有，告诉我谁支持你这么做的？这个我也不能说，他们也会弄死我的。易总，您可怜可怜我。那澄清吧，就现在。马上，马上。你好，我是测评主播老王。对不起，家人们，由于我的测评失误，导致了测评结果错误，非常严重的损害了亿元集团的名誉。对此，我向亿元集团道歉，对不起。这是我新出的检验报告，报告上显示，亿元集团所有的产品绝无不合格，请大家放心使用。对不起。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，反正我是不敢喝了。谁知道到底哪个才是真的？反正我也不会再买了。亿元是个好牌子，可惜领导换成女人了，一个小妞能有什么用？这公司迟早完蛋。他们在这聊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怎么就没有人关注真相啊？我早该想到了，这个时代哪有人关注什么真相？大家就是想看热闹罢了。我没能守好意愿，外公和妈妈一定很失望。宁宁，这不怨你，是他们太狡猾了。而且现在事情还没有到绝境，我们一定还有机会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宁宁，这暴雨下得太突然了，我怕你送给我的草药被淋坏了，就赶紧搬了进来。沈千泽，深情的戏码没演够，给我演苦肉计是吧？来，老板，不用。
易小姐，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很过分啊？啊，就这样把我们老板扔在雨里，你没看到他昏倒了吗？他自己下雨不打伞，非要淋雨，发烧感冒是他活该。他不是为了保护你送给他的药材吗？是我让他保护的吗？自导自演的苦情戏，非要我配合感动，有这样的道理吗？我说你这人，确实是我有错在先，宁宁生气也是应该的。宁宁，你来了。嗯，我们去书房。这不是沈大骗子吗？看着确实挺可怜的，但是没人理了。哎呀，我这2天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，不管是10年前的八珍糕事件，还是现在，最大的受益者只有一个人。苏景轩。对。那天你跟我说了沈千泽报复一元的真正原因后，我就调查了一下当年的八珍糕事件。你看，当年影响舆论的这些新闻报道，都出自同一个 IP 地址。你的意思是，当时有人故意引导舆论，我们只要查出这个地址，是不是就能掌握苏景轩犯罪的证据？对。太棒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我给你们送些茶水，怕你们太累了。宁宁，你腰不好，你靠着这个，还是靠着这个吧，舒服一点。怎么，苦肉计没有用，又来投怀送抱了？对不起啊，我现在对你的身体已经没有兴趣了。生病了就别在我面前晃悠，回去休息吧。你还是关心我的，宁宁。我们要聊一些重要的事情，不方便别人听。沈总，您要是没事的话，就先走吧。看那个，那个。老板，你去哪儿？来来来，把衣服穿上，病还没好呢。宁宁她不想见我，我要去趟公司，这里就交给他们吧。怎么样，老李，查到了什么？易总和钱总曾经因为八珍糕的开发吵过一次，大家都说是因为钱总担心八珍糕会抢占易元其他产品线的资源，所以一直阻止八珍糕的开发。所以说钱磊并不希望易元能做成八珍糕的项目。是的。没想到当年的事情还有钱磊的手笔，钱磊至今没有归案。这其中难说没有小舅舅的帮忙，难不成他们当年就已经合作了吗？我知道了，老李，这件事先别和任何人说，我会处理。好的。1单元302，是这儿吗？不像啊。这也没写啊。周建，没钱你装什么大款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今天必须把钱给我还了，不然我打伸你条腿！住手！别多管闲事啊！再这样我报警了！我真报警了！啊！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，你别给我多管闲事啊！欠多少钱我还。哟，今天还碰到个活菩萨，他在我的店里欠了3000，你给是吧？现金转账。转账，快点。行了，我告诉你周建，下次再敢白嫖，我打折你条腿。走。周建，10年前的八珍糕新闻是你写的吧？你们到底想知道些什么？你当年为什么写这篇新闻，还害死了人？那个女人的自杀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我不过是拿钱办事。谁的钱？男人钱财，
天消灾！我怎么能轻易的泄露客户信息呢？你说不说？3万，给我3万，我就告诉你。3万，不然我死都不会说的。让。我说，说，我说，我只知道他姓钱，看起来像个老板，是不是这个人？对，就是他。没想到钱磊早就对我妈有了疑心，才会有这么多事情。事到如今，也算是因果报应吧。绑架案之后，我一直派人调查钱磊的下落，可是始终都没有结果。你提醒我了。喂，刘秘书，我让你查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？好，地址发我。我通过姜文文的银行卡查到了钱磊最后的落脚点，咱们走。走。苏总。阿泽，你还没走啊？哦，我再想想怎么优化配方，以免重蹈当年的覆辙。有我在，你不用担心太多，你只管放手去做。早点回去休息吧。你收拾好东西，今晚就离开。沈千泽已经起疑了，我们不能再等了。机票和护照我已经准备好，我现在过去找你。你们怎么在这儿啊？你怎么也来了？我们查到姜文文总在这家点外卖，我是跟着苏景轩来的。看来他们果然有关系。走。你们还是来晚了一步。当年的有害报道，是你跟钱磊联手干的。你觉得呢？钱磊绑架沈千泽，也是你故意放走的。所以真的是你害了我妈？你怎么能害你的亲姐姐啊？你能不能别那么幼稚？要不是因为我，上苏集团能发展成这样？你享受了他给你带来的福利，你凭什么指责我？那你就能害了我妈妈？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继续回来当我的好外甥，上苏集团的二把手，别再纠结于过去。否则，别怪我不顾及亲情。
妈妈，这么多年，我竟然活成了个笑话。小姐，文博，哎，咱们家今晚的4君子汤还有吗？还有不少。小姐是饿了吗？好，我这就去热。不是啊，我只是觉得倒掉怪可惜的。还有这个。好，我这就去。爱泽，怎么了？啊，来，快帮妈妈尝尝这个4君子汤的咸蛋。小心烫，来，慢慢的。怎么样，好喝吗？好喝。好孩子，别哭了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妈妈。妈妈，依安，对不起，是我没有好好照顾依宁，是我辜负了她。你放心，我会把医院还给她，我做错的一切我都会去弥补。我也不求你们原谅，我只求在天之灵能够保佑依宁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的。宁宁，我不是要逃走。我知道，你是要去找千磊，我也要去找他，去找到证据。我来开吧。
是车熄火了，不过没关系，我可以修。哎，这车不错呀，大气呀！哎，大爷，您知道钱家村怎么走吗？你说钱家村啊？啊，离这里还有7、8里路，一会儿就到了。哎，你们是要去钱家村里找人是吧？啊，我就是钱家村的。那你认识钱磊吗？钱磊啊，那可认识，我们村里啊第一个大学生了，在外面本事可大了，赚大钱回来给我们盖学校、修路。你看，这路啊就是钱磊给我们修的。以前啊，哪有这么好的路啊？走，我领你们去。不是一个人吧？这个大爷靠谱吗？这里手机都没什么信号。走啊！那总比某人强，起码不会囚禁我，强制爱。对不起，我。来，到家了。啊，来人了！哎，啊，好。老头子，你怎么才回来呀？那么晚了。路上碰上2个客人，说是来找磊子的。来，过来。该不会是来找麦人的？不管。来。哎，快来，坐。坐啊！来坐这儿。哎，坐。谢谢。我先去拿筷子啊。来，先吃个饭。磊子家离这儿还有点距离。吃饱了，我送你们过去啊！来，谢谢大爷，吃饭。谢谢大爷。来，快吃吧。我看你对你老婆还真不错。男人啊，就应该这样，对老婆好，才能发财。您说的对。这酒啊，是我们自己家酿的，度数还不高，可好喝了。尝尝。尝尝。好喝。你们找磊子什么事儿？哦，我们是他同事，都是议员的。听钱磊说他老家这边茶叶特别好，就过来看看。是同事啊。同事好。来，我敬磊子同事一杯酒哈。不在医院干了吧？来，我敬磊叔同事们一杯。来。来，喝。2位，多喝点。来，我们再敬2位一杯啊！来，干了啊！来，一起干一干啊！一起。哎，难得一起。来，再喝点。多喝点。这酒自己酿的，来吧，马上。难得一起，多喝点。来，再马上。好喝。干了。多喝点。沈千泽，醒！沈千泽，醒！到底什么体质？我又被囚禁了。你别怕，我一定救你出去。你想想办法。干什么你们？
我可不想死在这荒郊野外的、没人收尸的地方。我一定会救你出去的。我答应过外公，要跟你做一辈子的家人，所以我一定会保护你、呵护你。家人，就是那种不光背刺，既骗钱又骗感情的。对不起，我一定会弥补的，我会用我一切去弥补。你别说了，你现在一说话，就会让我想到你之前对我做的事。宁宁，有一件事我真的没有骗你，我说我真的爱上你这件事，真的是真的。如果你还是不相信我的话，以后你就别听我怎么说，你就看我怎么做。啊？我累了。来，靠上来。靠上来你会舒服点儿。爹，不能一直就这么关着吧？你这个傻孩子呀，那也不能放了呀。他们坏磊子的事的呀。那就一直关着。看那小妮子，长得还不错，可以给强子做老婆。你们要做什么？想明白了，继续回来做我的好外甥。当初是苏景轩先找的我，说是会买通黑狗，高戳巴振高和苏婉秋的名声，条件是让出一部分议员龟苓膏的资源给他。当时巴振高是我们的竞争对手，我当然会同意了。另外，受害者也是他安排的，他还把你们家地址给了我，让我带着受害者上门去要说法，说是只要能搞臭巴振高，让他倒闭，后果不计。后果不计？你是怎么说出后果不计这句话的？你怎么能对自己的家人下手？她是你姐姐。果然是你钱磊，你还想从我这得到什么？托你的福，议员现在已经不是我的了。说，我跟他们单独聊聊。哦。我不知道他们会绑了你们，我给你们解开。别过来！别过来！给你们解开。干嘛？你到底要干嘛？你走开！我本来就打算去警察局自首的。你会去自首？去啊！你现在就去啊！晚秋基金会是你母亲创办的，你还敢提我妈？当初我能走出这个小山村，就是因为这个基金会。我一直想去表示感谢，可是我不知道背后到底是谁在运营。就在刚刚，村长给了我这张照片。我是真的不知道啊，我是害死我恩人的帮凶，对不起。对不起有用吗？对不起。我妈呢？我妈她又做错什么吗？她有错吗？我不想再这么躲躲藏藏下去了。我知道这样不但会害了新良和文文，就连整个村的人都会跟着受牵连。我开始也不是这样的，我就是在往上爬的路上，慢慢的就
宁宁，我错了。我会把跟苏景轩的一切真相都公之于众。我只求你一件事，就是不要追究村里人的责任，他们都是被我诓骗的。这次我没有受伤，我不追究责任，但他们是否犯罪，会由法律判定。谢谢。愚蠢。宁宁，宁宁，沈姑爷，小姐不想见你，你以后别来了。那您能帮我把这个交给他吗？我想把1元完完整整的还给他。行，回去吧，啊。小姐她没吃。小姐，这是沈千泽又来给你送的便当。小沈他其实知道错了。文博啊，我再想想。哎，吃了，哎，好。哎，
老板，那苏景轩不是已经受到法律的制裁了吗？上苏集团也已经在你的手里了，你现在是大仇得报，坐拥财富，你怎么还是不开心呢？有钱就开心啊？当然啊，你现在是人生赢家呀。可我更想回到以前什么都不曾拥有的时候。哦，这样啊。哎呀，那这个和亿元集团合作的中式糕点项目就做不成喽。宁宁，好久不见，你还好吗？怎么是你啊？看你这态度，是不想跟我们亿元合作了。我还以为他会见你。重建信誉是这么容易的事吗？几盒饭就想搞定？你怎么知道我给他送？该不会都被你吃了吧？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我可是宁宁最好的朋友。他最近过得怎么样？哎呀，好渴呀！哎呀，哎呦，我这个胳膊又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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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宁宁最近啊，吃得好，穿得暖，睡得饱，过得非常好。那他有没有提起过我？提你，他就吃不好睡不好了。关于这份合作协议，还有几个要修改的地方，都听你们的。亿元收益占比80%，可以。设计方案由我们来出，可以。配方由我们来保管，可以。把宁宁让给我，不行。这你倒反应过来了是吧？易宁她又不是我的附属品，我根本就没资格说让些什么呀。善意提醒啊，宁宁现在在大草坪上拍婚纱照，你要是再不去的话，就真的没资格了。宁宁，我真的错了。一开始我是带着目的接近你，但后来我也真的爱上了你。我知道我不能奢求你的原谅，但你也不能随便找个人就嫁了吧？梁风月，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正在拍摄呢，来这边来。有了它，我们才能有更多的时间，来成就自己的人生。卡，过来啊！怎么回事？宁宁呢？小可怜，你好像搞错对象了，但幸好，他都听见了。我可不敢再随便找个人嫁了。宁宁。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我真的不会再骗你了。几份便当，几句道歉，就想要一个机会啊？是你把自己看得太有魅力，还是把我看得太轻了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希望你能幸福。遇到你之前，我是挺幸福的。我说过，你只要看我怎么做的就好。这是我重新你的协议。里面有我的全部家当，我现在没有退路了，只看向你。好了，可以了。来，让我瞅瞅。嚯，全部家当啊！
我看他这次认错认的也挺有诚意的，你就真不打算考虑原谅他？我不知道，棋局之中，卒子只要过了河，就会被牺牲掉。但即便如此，他还是希望可以走下去。你看，你其实还是很喜欢他的。可喜欢，不是生活的全部。好了好了，别哭别哭。哎呀，宝贝儿啊。易总，待会儿还有个去草药园实地考察原材料的行程。上苏集团的项目负责人已经到了，我们现在出发吗？项目负责人是谁啊？装饰糕点的项目一直是吴小卫吴经理在负责对接的。哦，您放心，我是绝对不会让沈千泽那个渣男再靠近议员一步的。我谢谢你啊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来，易总，小心台阶。里面请。哎，你关门干嘛？吴小卫，你干什么？我和刘秘书有点重要事情要聊，你慢慢逛啊。哎，易总，你走啊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干嘛呀？出来吧，我知道是你。等等，欢迎来到我们草药园的草莓园。谁跟你我们了？这些种子全都是你给我的呀，全都是纯天然无公害的，特别适合龟苓膏的研发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你说你喜欢吃草莓，所以这一大片都是我亲手种的。我就是来视察的，你的草莓合不合格还不知道呢。我就是来陪你视察的呀。说说吧。你知道在种这些草莓的时候，我每天在想什么吗？在想你每天有没有好好吃饭，有没有好好睡觉，还有原没原谅我。原没原谅我吗？哎，还有一样，你等等我。嗨，小宁宁。你这是在哪儿啊？嚯，这么多好吃的！都是他做的。谁啊？沈千泽？你们和好了？那现在是什么情况？你要跟他重新开始了？我还不知道呢。你是担心有一天他再次骗了你？我觉得他应该不敢骗我了。只不过我现在的亲人都已经离开我身边，我不敢想，如果我跟他在一起，他有一天也突然离开我，该怎么办？那就从现在开始，一辈子在一起啊！一辈子，一辈子是电视剧里的台词。你是演员，你应该比我懂。那就不管以后，活在当下。当下，当下，真的好难啊！要我说啊，小宁宁，你就是因为太爱他了，所以你现在才会这么心痛。
可是我们不能抹去过去发生的一切痕迹啊。就像长了心疤会忘了疼，但我还是骗不了自己的心。这样，小宁宁，你给你自己一点时间，也给他一点时间。时间是可以治愈一切的。希望吧。真的。OK。我先不跟你说了，现场叫我了。那你去吧。拜拜，宝贝儿。快去吧，快去吧。拜拜。你是我最温柔的执念，拉着回旋，交替着上演，无法转身割舍这一切，也没有期限。两颗心的交手考验，互相依赖，彼此成全。我可以尝一个春水生吗？我叫一宁，跟我结婚吧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可能有一件吧，我好像动心了。心疼沾满心眼，填满每个瞬间，像既定的航线。我懂你的不安，心要为你分担，给你无限陪伴。两颗心针锋相对，千锤百炼，才懂得彼此心。不可以看哦。没事吧？假的。你没事吧？宁宁，你还有我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两颗心的交手考验，互相依赖，彼此成全，相牵。多少次放开的瞬间，挣扎怀念，趁手之间，无可替代。喂，刘秘书，你一定要帮我订到回国的机票。叶之安的婚礼我一定要参加，我真的特别好奇，到底是谁能收服燕大师？对啊，我都快好奇死了。好，你怎么了？天太冷了，跟我去喝碗热汤吧。喝吧。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都会过去的。Hello。
沈千泽，沈千泽，怎么了？我怀孕了。真的？我要当爸爸了！哎呦！行了，我还有项目进度没赶呢。哎，好了好了，你现在不能大声说话。你放心，你和宝宝我一定照顾得好好的。哎，走走走，这可是你说的啊。现在你的身体就是第一位了。哎，来，小心点啊。今天晚上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了？没睡好啊？黑眼圈这么重？先吃饭吧。哎呦，怎么了？是不是吃坏肚子了？要不给你叫医生？没事儿，我。医生，我是不是得什么绝症了？你就告诉我吧。啊，不，我怀疑你啊是得了妊娠伴随综合症。简单点来说啊，就是易总怀孕了，所以啊你也会产生孕期反应。我有孕期反应？那意思就是她现在在跟我一起怀孕？对，可以这么说。啊！这小妹妹都没有爸妈了，她没有妈妈了，可怜。花谢花开花满天，紫色小花有谁怜？这花期太短了。宁宁，你看，我给宝宝买的衣服可不可爱？你看这个，宝宝以后穿上它走路一定很可爱。走路？你说他以后走路摔倒怎么办呀？他越走越远怎么办呀？小姐，还有一个菜。谢谢王妈。姑爷来了，小姐。还坚持得住吗？明天就是预产期，对不对？不能再早了吗？哎，小姐怎么了？又生了，小姐，又生了，又生了，快准备东西，准备东西，备车，备车，行动起来，快点，快！小姐，没事啊，坚持一下。哎，走，小心，慢点，小姐，坚持一下。慢点，小姐。慢点，小姐。慢点，快，动作快点！我们要生了，要生了，我们要生了！
宁宁，以后照顾孩子的事儿，全部交给我。这可是你说的哦。比起让你受苦，我更愿意这些苦让我来受。哎，不哭了啊，马上就好了，别哭了啊，乖乖乖。别哭了，不哭了，不哭了，乖乖晚上不哭了，乖哦，爸爸给你换尿布喽，乖哦，乖哦。哎，你拉的什么这么臭啊？不哭了，不哭了，给你换奶奶喽，不哭喽。来，喝奶喽，张嘴。真可爱。27、28、29、30，这已经是燕总第30天带爱心便当了吧？对呀，也不知道这位神秘的燕夫人到底是谁，竟然能连着做1个月的便当都不带重样。而且燕总的穿衣风格一整个都变了，你看啊，西装领带搭配了口袋巾哎，还换了一款香水，这位燕夫人的品味可真不错呀。转个身我看看，怎么样？哎，日安，怎么了，泽泽？等等。走吧。公司的谣言再这么传下去，我老公就要变成你老婆了。什么时候搬走？之前不是你说要收留我的吗？又被你爸逐出家门了。准确的说是离家出走。我知道，是不是因为你那个联姻对象？就是我们小时候一块学书法国画的江大小姐啊。听说还挺知书达理的呢。哎，我先回屋了。老公，能收留他几天吗？就1周。希望这次他们俩能好好相处吧。来，齐了。没有辣的呀。日安不是吃不了辣吗？所以要吃点清淡的，对胃好。尝尝，你也吃。这个山药可好吃了。好吃，好吃吧？好吃你就多吃点。来，这个白菜也好吃，你尝尝。这个胡萝卜也好吃，尝尝。你也尝一尝。阿泽，我头有点痛，你过来一下。阿泽，就这就这。你这个手啊，是你长时间画画导致的劳损。你再不管它，就要得腱鞘炎了。以后你就多按这儿，啊，就这疼。忍忍啊。轻点，轻点，轻点。
你今天有点特别啊。那你说说，我哪里特别啊？特别好亲。什么情况？怎么回事？啊！嫣然。哎呀！宁宁，停电了，日安怕黑，我得陪着他。走吧，走走。今天你坐别的车。为什么？我就想坐这个车。可是，你今天真的不能坐，因为给你个惊喜。未婚夫，好久不见。我是不会和你结婚的。哎，轻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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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段时间麻烦你了，也谢谢你联系我。应该的。我知道他以前喜欢过你，但我会让他未来只喜欢我。我们只是朋友，而且我也有喜欢的人。希望我们也可以成为朋友。一定。那你们结婚了要给我请柬哦。一定。也不知道这个燕日安和江小姐会有什么样的结局。你还惦记上了？我就关心一下她。你关心？你有什么好关心的？我关心你，对，我关心你，我只关心你。我真的很好奇，为什么你做的春水生跟我妈妈做的一模一样？你是不是之前偷吃我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我来吧。你一个八珍糕的创始人，连个面都活不明白。阿泽他爸的忌日快到了，弄得我最近总是心神不宁的。我之前听你说过，你是为了完成他的遗愿，才一定要把八珍糕给做起来，对吧？这是他临走前我们做的最后一样东西，我不甘心就这么搁置下去，还是想给自己一个交代。你放心，既然你选择把八珍糕交给议员，我就会倾尽全力帮你补上这个遗憾。我知道，这是你思念他的方式。求求，相信我，我一定会把你的爱，你们之间的思念，长长久久的留下去。哎呀，你看，这衣服上，好了，这是你做的春水生吗？我尝尝，快尝尝。真好吃。你快教教我怎么做这个春水生。上次阿泽从你闺女那儿尝到一个，他回来呀，天天跟我念叨着呢。好，那你可得好好学啊。说不定啊，你儿子以后就靠这个春水生啊，能讨到媳妇儿呢。真的吗？那当然。不行，师傅，请受我一拜。你少来你。因为我是你妈妈专门为你挑的老公啊，当然会做她的春水生。得了吧。行啦，你都忙了一上午了，该动一动了。不是想知道春水生是怎么做的吗？我来教你。你这样不对，我来教你。到底是在教我，还是在占我的便宜啊？我摸自己老婆手，怎么会是占便宜呢？错了，错了。生面粉能吃吗？要不你尝尝。